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维系 TV。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非常神奇的讲解，是来自未来的棋谱系列中的一局。今天我们依然呢很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位是DeepMind 团队的围棋大使，也是欧洲围棋冠军樊辉。大家好。另外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是著名的世界围棋冠军长浩九段。大家好，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一起交流因为这次我们交流的棋局和内容呢跟以往都不太一样。是的这个当然我们也非常是有幸是樊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是很精彩的棋谱，另外一个是很透彻的一个解析。他是阿尔法狗自己的想法，我只是借我之手摆出来而已。那这个长哥也是之前呢参加了这个乌镇峰会，对，我也参加了讲解讲解。对，然后包括之后呢AlphaGo 的他这个50盘的50盘棋对他的对自己对战的棋谱相信你也看了一些。对那来谈谈你的感受。确实 AlphaGo 可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一种思路上的一种改变，我觉得确实从你说的这个题目好像就是来自未来的棋谱，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因为它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些颠覆以前我们对小时候学棋对围棋的一些认识。当然他现在的这个实力很强，成绩也就是在这个峰会的时候他也给我们展现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实力，包括他自己所以就是让我们感觉是不是好像一种未来的一种可能趋势吗？或者等等。但是作为职业棋手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给了我一个思路。当然这个思路我们不是说作为我个人来说，不是说我一定去模仿，可能他那个很多的想法我们现在还无法去真正的去理解，但是就是给了我一种眼睛一亮，眼前一开，就是一种开拓思路的感觉。就是我记得在这个26号就是说他有一个论坛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场合，哈桑比斯先生也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 AlphaGo 的出现并不是说是一种对抗，更多的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围棋，就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工具一样，让我们更好的去探索围棋里面的一些奥妙。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说的非常的好，我其实也是有这种感觉我们不是说去好像有了这个像是对抗比赛的更多的而是这50盘棋或者说包括这个乌镇峰会给我们看到的呢，是它展现了一些因为围棋太难了，可能借助我们人类，就算我们围棋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在规则几乎没有变的情况下发展几千年，但是可能我们对围棋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对吧？很多围棋大师也说过，但是有了 AlphaGo 之后，它至少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借鉴的东西，让我们的思路好像看得更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职业棋手是非常，就是在竞技围棋上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长哥真的是总结得非常好其实也说出了我们绝大多数职业棋手的心声真的是感觉自己好像很多棋手都说嘛，好像重新开始学围棋是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样希望通过 AlphaGo 然后让它变成一种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去探索去了解围棋一些本质是非常，我觉得我们赶到了这个时代非常好对而且从现在也可以看到，现在慢慢的一些年轻棋手或者说在职业的一些比赛中，大家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尝试着一些 AlphaGo 的一些下法。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去慢慢去理解，慢慢去消化总结，然后在某什么场合下其实很多的AlphaGo 很多的招法其实并不是说以前人类没有下过，很多的时候其实在人类棋谱上类似的地方是有过，只是可能场合不一样或者说通过它的一些 AlphaGo 的一些的数据也好，或者说它的理解也好，它在改变了一些下法，其实这个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启发。
是这种感觉。那好，言归正传，那咱们就开始摆棋。好的，进入今天的棋局啊。就是每盘棋开始摆的时候都不再用问谁黑谁白，谁黑棋，对，因为它是左右互搏。其实那个 AlphaGo 下就是看这个五盘棋的时候，让我想到的吴庆元大师，因为吴老师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也了解吴老师，知道他因为车祸之后，他的经济状态有所下降，所以比较早可能就没有在正式比赛上下过棋。但是吴老师对于围棋的热爱，或者说是他不能叫热爱了，他就是说他就是棋就是融入在生命里面的时候，所以他们每天都自己摆棋，他就是自己跟自己下。因为他没有比赛，但是呢，他每天又要摆，就是这点很难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个普通人的话，在没有比赛的，就是而且一盘比赛都没有，而且今后也告诉你不可能在有比赛的情况下，他就是自己跟自己摆。对，他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他摆吧，我们有的时候摆到后面有点累，可能反应慢点，他还挺着急的，他帮你摆。就是说一看，你怎么这个他摆招这棋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还在思考说他已经比如他把白棋，他马上把黑，我觉得这时候黑棋应该这样下，然后白棋下来应该这样，他自己黑棋白棋已经开始经常摆个十几招所以在看这个50盘棋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类似，好像有一种在20年前跟吴老师摆棋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出现。所以很多棋手，包括一些观察比较有观察力的爱好者都提到了这一点，觉得真的，吴老师跟AlphaGo之间好像真的是有些共通之处，好像有一些局部的定式和变化，在很早之前吴老师提出来，对，有些地方应该怎么下，不该怎么下，在AlphaGo的棋谱里边好像也隐约体现出来了。其实我看一个是，其实在50盘里面倒还好，更多的是在 Master 的那个60盘里面，它体现的更多。因为在 Master 60盘里面，其实它是很少有小目小飞手脚的。它基本上是大飞手脚或者二尖高跳手脚，只是这个形状，这个形状，对，一般都是它很少这个小目手脚，它一般都是大飞手脚或者二尖高跳这个手脚比较多。然后呢，更准确应该是黑棋，因为白棋对，比如说拿这个棋形来说的话，如果说拿这个棋形，对吧？这样，它可能更多的它不是我们有一段可以说有那么前几年这个非常流行，是对吧？但是它的手脚可能都是。这样二尖高跳或者大飞手脚，或者说单关跳，它很少，好像这个基本上一盘都见不着，对，好像没有下过，好像几乎没有，就非常少。但是尤其是拿黑棋的时候，主要是黑棋。其实这个棋小飞手脚是在20年前，吴老师就说他觉得黑棋作为黑棋，白棋还可能，因为跟贴目贴子有关系。是，尤其他说吴老师一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没有贴目的。后来贴什么4目半、3目半、4目半、5目半，到现在后面的顶音实现中国棋顶音类相当于7目半，所以他是觉得，作为黑棋一方一开始的这个小飞的手脚应该被淘汰了。在20年前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效率太低了，就是作为黑棋，可能他说这个下法是在不贴目的时候，黑棋比较有利的下法，但是现在在贴目的时候，他认为黑棋是不能这个。手脚的，所以黑棋一定要大飞手脚或者二尖高跳手脚。所以它作为白棋来说的话，它是一定要尖冲的。而且它挂角的时候，它都是二尖高挂。它因为它不怕你飞。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棋手都比较酷爱时间，你二尖高挂，我正好一飞，失控我好像这可能他觉得你这一飞，吴老师觉得我脱线你已经吃亏了。就当时我们其实是理解不了，有点理解不了，但是吴老师这一代宗师吧，我们也不好意思一直在跟吴老师去这个好像去理论，因为这个摆呢也摆不清楚，是对吧？因为他就是说这种，因为围棋有很多很虚的这个一面，他就说这个以后中府的这种影响力，你这个角太小了，尤其是作为黑棋线，你要贴目，你不是说不贴目的时代，不贴目时代你可以这么下。现在是贴目贴子的时代，你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是大贴目的大贴子时代，你这个黑棋是
不能这么下，这样下的话，你已经在布局上是落后的，在2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因为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实控的，所以他这么说呢，当然也有一些棋手去这样下，我也下过，我想这个刘星海也下过挺多次，但是可能更多的棋手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实控更好掌握这个好像拿实控的一方好像是不是更好掌握一点。其实吴老师呢那个时候举行了很多研究会，因为他没有比赛的，他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大家去比赛的能比赛的人，然后去尝试它，去尝试这样的一个下法。所以在 Master 的那个60盘里面，其实是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些吴老师在20年前，就是90年代中后期，他对于围棋的一些他的一些设想或者理想。当时他不是还说这是可能21世纪围棋应该是这么下的。这个从阿尔法狗来说也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是在黑棋情况下，他确实是倾向于其他几步棋，基本上不会下小飞手脚，但是白棋的话，他是会下小飞手脚的。这个其实就是跟吴老师前面说的意思一样，他说黑棋小飞手脚是在不贴目或者不贴子的时代，对，这个是一个好形，尤其是那个时候黑棋如果不贴目，秀策流，著名的秀策流这一下，这盘棋差不多。对，那个时候秀策人家都是问他这棋你今天怎么样，他只一般回答我黑棋，人家就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在这个都是在不贴目的当时的情况下，吴老师就说现在因为时代转变了，就是你不能再拿以前的这个棋这么下，因为规则等于改变了，对，贴目了，是这样。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棋局。对，这盘棋是一个迷你中国辽，迷你中国辽。对，白棋内挂，黑棋小飞，强哥有点意外，有点意外，因为不是刚刚克杰是尖顶的，对，尖顶的跳啊不，当然这个是先挂过一个啊，这两个是先交换的，他再走这个，再跳起来，对吧？他再跳起来的，是吧？然后白棋看跳这个，跳这个，那盘棋这样下。其实作为阿尔法狗来说呢，在同样的场合下，它的下法是会有变化的，会有改变的，不见得它不是说永远就是这个，它就是用这个下，对，它有时候会选择这个尖顶，有时候会选择这个挂，有时候选择跳，小飞都不见得。那它就是说这个像比如说这个局面下到这儿，这才第6手，对，它有很多的一个选点，是吧？对，而这几个选点是不是胜率都差不多吗？都差不多。比如说尖顶，对，是吧？小飞。或者说脱先，对，是不是这几个选项的这个数据，或者说他的认为的胜率都是接近的，然后他随便选一个，他今天高兴了选这个，明天就是选飞，是这样吗？是啊，是这样啊。他尤其是布局阶段，可能在这个阶段下很难说有一步棋就是分值特别高或者特别低，就唯一的一步棋概念，应该没有，应该下法很多。这个其实跟人类的这个思路差不多，就是在布局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相对的，对，没有说是绝对一招，这招一下，可能你不下这一招，你的那个分就掉的非常的，你这个胜率就掉的非常的厉害。你下了这一招，可能就胜率非常高，好像这个人类在布局上。也是这样，职业高手一个是喜好，一个是心情，对吧？当年的状态都有状态啊，确实。但是这个小飞还是有点出乎意料，对，稍稍的，因为感觉嘛，从我们学棋的这里面，就黑棋这个地方，无论是中国流也好，还是迷你中国流，或者说高中国流也好，就是白棋如果从这个地方挂，黑棋一般来说都要尖顶，或者说对于这个子有某些进攻也好，或者某些想法吧。有些想法，造成一些压力啊，至少造成一些压力，因为我这地方有子了，对，就是我要发挥这个，至少不能很舒服的拆一个三之类的，对，让你很舒服的在这个地方轻易的安定，这个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棋一些老师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后面的去对于棋的理解。AlphaGo 的它的布局好像很多的时候都是以大方向为主，就是我发现的，我也不见得就一定对，就是说他总是觉得哪个宽往哪边下，他不拘于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东西啊，而一般是只要往宽地方下，一般就不会差太远。他追求子效，对子效，他认为子效可能更加重要。实战这地方呢，就是拖，
这也挺有意思的。一般他好像特别喜欢拖了连扳。对，我们呢，可能人也感觉可能就觉得小飞，但是他好像小飞出现的非常的少。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拖连扳一般都是让子棋定式，反正我记得让我子的时候，我老师是这么下，或者说呢，这个拖了被夹的时候或者拖了连扳呢，它是一种腾挪的下法。对一般情况下是黑棋这个地方有夹击了，或者这有夹击，也就是说白棋如果飞的时候被黑棋尖3-3，白棋这两个子依然受攻。所以呢，这个时候白棋要拖了连扳。如果说黑棋粘住的话，那我这个一虎，我这棋已经活了。也就是说，我本来这个子在这儿，对吧？你飞了爬，你就算挤的话，你这子在这儿，那显然这个棋的眼位，对，跟这个虎呢差挺明显的。没错。那如果说你不粘的话，你如果无论是打了冲，那我就转角了。你如果粘的话，我有的时候也可以转角，那我也可以选择在这儿拐或者虎啊，或者贴起来，局部安定更快，对吧？局部安定更快。所以一般来说都是黑棋有夹击的情况下，就是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啊，比如说这地方有夹击，有可能一尖夹，有可能二尖，至少就是说白棋飞完之后没有猜二的余地，或者说就是这两个子飞完，黑棋尖完3-3，白棋这两个子还是有受攻的时候，白棋才会选择拖了连扳。而现在黑棋这个子呢，离其实白棋挺远的。你现在如果飞的话呢，你黑棋应该是不会尖3-3，因为尖3-3我有个猜二的很舒服的一个空间，一个余地。对，所以这个点也是跟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学棋的这种围棋，就是我们那时候所理解围棋的一些理论道理是不太一样的。他好像很喜欢拖了，没事就拖了连扳。对这个角，他一般局部下把都是拖连扳。拖连扳，对，你看跟那个柯洁的时候也是拖了连扳嘛，对吧？这还有一个挂角，对，这更快。这个是这样啊，当然黑白颠倒了，黑白颠倒了，对，他就是这样。这是小木是这样啊，对，是小木的，对，他是这样。他这连这么宽，他都是拖连扳。他也是拖连扳，他也不是说像我们一般可能是不是就飞了猜二，或者说直接是啊这样的下法。所以这地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它跟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想法呢是不太一样。这在实战还是靠拖这个，他还是靠拖。不过这个。他实战是拖，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我如果不问你的话，可能别的棋手或者爱好者也会问，也会想，就是他可能不放过我这个机会不问。就是如果白的真的飞的话，黑的硬在哪儿？我当时也查过这个棋，就是飞的话，我在想这棋是不是会靠啊之类的一些变化比较复杂。因为感觉无论是尖还是夹，对，因为呢，我们前面的感觉，如果尖这个，我们说了，白棋猜这个二，那很舒服。是，如果说你加这个是一个，如果说又还是走成一个我们非常这个常见的一个定式的话，那显然黑棋这颗子离得太近了，因为这个地方这颗子啊，这个有点中途半端。你说你在这儿当然好行哈，你把这个引针补了，在这儿等于白棋争子有力，这个跑出来依然挺严厉的。如果我这地方有一个，我这个白棋争子有力跑出来依然挺严厉的。那如果说你再补的话，那提的话，那你这颗子的位置变得它有点重复了，对，对吧？你说这颗子如果在这儿或者在这儿还好一点，在这么厚的地方猜个3，那显然是从子效的效率的地方的话，它可能是效率受限制了啊。所以说，如果白棋飞的话，在这个场合下呢，阿尔法狗是既不会夹也不会尖，对，它是点3-3，点3-3，永远的点3-3，这就无法继续了，这是永远的点3-3。换场了，来到这步3-3，我们都懂了。看过这个就是他自己50盘棋之后。点3-3我们都懂了，非常快这个点3-3，对，说明他很喜欢点3-3，也说明他不喜欢这个飞。但是他也挺有意思的，他明知道他自己跟自己也知道，他要点3-3，但是他自己呢还是下心位，对。但显然他是觉得呢，点3-3呢是下心位那方呢，并不是说不行。对，如果说下心位那方不行的话，他就是说他在自己跟自己下的时候，他不应该出现心位，他就觉得心位不好了，对吧？对。但是他显然是觉得呢，心位并不差，所以说呢，他该下心位还是下心位。对，他认为是正常定式，但是呢，黑棋还是该点3-3，点3-3，对，他认为是很急的定式，该下。那么实战是拖，避免了黑棋直接点3-3了。
然后一脱不开手。就是这地方你必须要先这个交代清楚这个。交代清楚，对。所以我在想，AlphaGo 是不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说，他就是要不然你就定型，要不然呢不想让你轻易的脱先，就是你我拖了走嘛，你要不然在这儿给我定型，你粘一个，可能我就会对，你再点3，那我觉得可能这边已经踏实了。我安定了，省得你有各种的有靠有加有，既可以选择里也可以选择外的下法，对吧？那当然，如果你走这个，那可能白棋就能抢到先手，或者说整个格局有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也不是不可能。是对。所以他来说，可能也就是根据这个某个特定的场合，他是子效的分析，他觉得这么下比较合适。对，是粘上。对，这个是一个定式冲，或者说也断长形，长形了，长形，这个回归长形了。这个是我小时候也都学过。对，是打吃，黑棋长，黑棋长，对，白的活甲，对，活甲，黑棋打吃，打甲，对，这个是一个告一段落吧。告一段落。但是对他来说呢，还没有完全结束，点了一个，局部交换一下，对，然后黑棋加吃。作为人类来说，可能会有点不甘心，先保留一下。对，毕竟有粘出来的可能性毕竟这有粘出来的可能性，虽然现在肯定不会粘，对吧？粘出来有点重，因为作战来说，黑棋子力比白棋更加多一些，但是如果以后这个子力或者说周围产生变化了呢？是吧？还是有这种可能性，有这可能性，所以说人类可能会去保留一下。这个地方他点这可能是跟之后的变化有些连贯性。对，他交换这个之后呢，他紧接着又是自己的招牌，招牌动作靠，对，这个靠小目招牌，对。可能是这边觉得走后之后那边他是觉得呢，我一靠可能黑棋这地方厚了，厚的话我就交换掉算了，万一以后你这厚了，我这交换不着了呢，对吧？这个是有这种，而且你这个地方可能以后可能会不会拐吃这个？你走这个的话，我这地方有尖的先手，就把它挡下去的时候好像会差很多。是，就是黑的如果加在这儿，对，挡下去黑的有点不太好走。对，如果拐吃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对这儿？但是这个地方差点，所以说他其实是在问你适应手，你是拐吃还是跳？走完之后我招牌动作这一靠，也有可能你要拐吃的话，它不是那个招牌动作了，它就换了对，可能有其他的了。这个靠呢，其实是在武功老师很早就下过，是吗？对，很早下过，就也是这种中国流这种他是这样朝这边的吧？应该是他是不是这样？那时候小灵流不是很常见吗？当然这边没有，这边小灵流很常见。他靠上去，他靠的。有意思。当时下完这一手，人家只能说武功老师下可能下什么也都这个不奇怪。就像我们现在说AlphaGo下，那第一呢，就是说呢也不好意思去批评，对吧？这个像武功老师那时候下人家那个年轻的可能不好意思说，是如果说不是武功老师下，其他的一个爱好者下，你不太会下围棋，我跟你讲呀，对吧？就人家只能说武功老师下嘛，我们可以去。另外呢，就是说他下什么都不意外，对，也因为其实这个呢，就像我前面说过，很多AlphaGo的抓法，它其实并不是说人类没有下过，只是呢，它的下的可能包括点33，其实是这个因为点33太多了，只是场合不一样，时机不一样，然后在周边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会得给人家一下。其实这步靠呢是挺早有人下过就有人下过。一说到武功老师，我这个因为欧洲棋手就特别喜欢这个武功老师，特别喜欢。为什么呢？觉得他下棋很自由，很奔放，对，好像不受那些框架的束缚。对，其实我就觉得，比如说像这种靠什么的，不管这个AlphaGo这些下法到底是真的好还是怎么样，但是就说一种开放性的思维。将我们之前那些框架打碎，重新去体验这个围棋，就是说，作为爱好者来说是一种福音，是一种福音。这个棋的变化更多了，就更多了，对，不受这个。其实作为职业棋手也是这样，但是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是很难，是因为呢，你说你完全没有这个定式的基础，那不行。对，但是呢，人呢他是有惯性的，一旦有了这个定式的基础呢，你想忘掉有点难的，你还是会受这个束缚的。虽然你知道我不要受束缚，但是有的时候这是一种本能，但是这一点呢，确实是AlphaGo非常强的，他一点都没有受这个其实你说起武功老师呢，确实有点，因为武功老师是著名的，他复不了盘，
他下完棋的时候，他自己下的棋付不出来，他付不出来。前几天下的棋，他有的时候就会忘了，而且是都挺重要比赛。那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在名人战还是本因坊战的挑战，他跟大祖老师，下大雪崩，他一手棋想了5个小时。5个小时，虽然是2日制的比赛，但是一手棋想5个小时还是非常惊人。人家不知道是武功老师在想什么，然后完了之后就问他说我因为我定时忘了。对，我也听过我这个故事，对吧？所以他就是对去印象，就类似生活中那这样的事情就太多了。武功老师是著名的，这个是容易忘的事情。像秀琴老师就是这么评价，反正你一般来说。不能有什么事情不能交代这个武功老师啊，交代完了是他肯定是要忘的，他确实是忘的，对，所托非人，对，所以也正因为可能有了这层的关系，反而武功老师的棋他不对他不受这个所约束，因为他本身也记不住，就达到了那个金庸老师那种概念。对，他每一步棋其实就是他当时就是觉得我应该这么下，他没有说啊，我之前你跟武功老师说前面你研究了各种的套路，对他来说他搞不清，因为他记不住。有种武侠小说里面的感觉，是要做到这个心中有剑，手中无剑，或者是心中无剑，手中也无剑，你就厉害了。所以想到了这靠招牌是对靠实战呢，这个地方黑棋选择的是内扳，咱们可以把这张变先摆完连扳，然后黑棋上打，白棋粘，黑棋一粘，白棋一拐，黑棋长，白棋拆3，局部一个定型。对，其实在这个定型当中，当时武功老师靠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呢，其实白棋就是挤一下特别的损。对，但是呢，之前呢，等于是白棋都是明显偏移，就等于你这个小目在这个地方了，对，那肯定是小目在这儿好。那我如果挂的时候，你呢去尖顶又有点啊，你这个尖顶呢走这个，然后再被我压一下，你这个太重复了。当然呢，这个挤呢是很损，不仅撞一气，而且以后跟这个力有关系。但是呢，武功老师觉得呢，这个在有些局面大局为重，这个小的这个细节呢，这个不重要啊，这个不用太精于。但是在当时的日本来说呢，日本围棋是特别讲究这种气呀、味道啊，那个有的这种保留变化等等的一些东西，这是日本围棋的这种抠这种细节，可能我觉得跟这种文化这种可能都会有一点相关联，就是说他对于细节的这种地方，有的时候比较在意，就觉得这个地方撞气，这个损这个力的味道啊等等这个。但是武功老师就觉得呢，是这个几是非常损，但是呢，从大的方向来说呢，我占优了。他以前有过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互补了一下，这边的大局上面占优了，这个己又亏出去了，就差不多。这个对，这是他的一个，所以这个结果也是差不多。两个阿方狗都觉得两个阿方狗差不多，可以接受，因为黑白他们都同一下，对，同一下。对，如果说是明显一方好的话，另外一方肯定不干，因为他自己跟自己下的。对，那长哥，你感觉现在这个局面，比较喜欢黑棋，喜欢下白棋？确实挺难的。作为黑棋来说，它是一种实控，而且很厚实，现实的。你说这棋要是木谷老师下，木谷老师肯定是选择黑棋，这现实的实控啊，这个而且这个很厚啊，对，很厚的控，很厚的控，你这破不了，你对吧？你这个都是很硬，最多这地方能破掉，但这地方你破了也基本上3路控基本上你破不了，这是太皮实了，对吧？但是白棋呢，给人感觉它速度比较快，外面的子很多，黑棋呢，可能所有的这个棋都是在这个一边，对吧？这个一方控感觉也是对，所以这个可能确实是挺难选择的，可能也是跟风格有关系。风格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说你擅长的一面。对，比如说有的人，比如我喜欢实控，那就相对来说他更加擅长，走完扎实实控，对于你势力的一些倾销，或者说限制你势力的一些发展，这个可能是他的强的一个地方。那比如喜欢走外面，喜欢白棋的人就觉得，我外面我能发挥的更好，或者说这方面他更强，所以他
这个时候他就喜欢这种风格了。那要是必须起手的话，比如说这个武功老师肯定不会选择黑棋的啊，我觉得应该是赵志勋老师八成就不会选择白棋了，应该是这感觉吧？对，他觉得，或者小林光一老师说这个黑棋好实惠啊，黑棋实惠，对。那这个局部黑棋是只有这样的下法吗？就是当白棋靠的时候可以摆一摆，靠的时候，好像正常来说靠的时候就只有这四这种用法四种印法，对。但我们现在眼见的黑棋如果是退在3-3，是不是觉得太委屈了？对，这样白棋可能跳一个，好像那可能还不如搬呢，还不如对搬这个脚反而围不了那么舒服。对，可能还不如搬那个形更好。所以呢，黑棋可能是在这里，如果说不内搬的话，3-3如果再被抛出，那就这两手。那走这个呢，白棋应该是内搬吧，白棋就捞脚了，对，白棋就捞脚了。这样捞脚的话，他觉得比你挂进去肯定要好，因为他安定了。对，首先这地方黑棋是不能打吃吧？应该一打对对，吃的话，应该白棋长。他如果黑棋好像现在只能吃啊，对，这样白棋应该是一打吃再吃上去，要吃上去，黑棋只能粘着，然后再蒸掉。那这个被蒸掉，好像黑棋的子效都不太对头了。在大局上，可能白棋还可以。这无论是局部还是从全局来说，白棋应该都不错。对，所以呢，黑的如果说不打的话呢，被白棋活这个角，如果说你粘上或者打，还是打了打完粘，我想能虎吗？虎会不会比也粘好一点？也可以虎的话，它也比较朴实，它也就是打吃一个啊，然后一飞，他就觉得这个角我活得舒服了，啊，我比直接挂角舒服。这确实活的还是挺不错的。他如果单粘呢？单粘他单粘也是单飞，就是这个时候单粘吧？哦，单粘，你是粘吗？应该是粘，应该是粘，也是粘住。他就觉得你虽然可能不搬，但是你不搬你也没气下。对，这白的也不用搬这一下，我也不用搬。然后我脚肯定他这活就已经安定了，我这肯定安定了。那黑的没有就是想对白棋，他最强是连搬，他认为局部如果黑棋下最强是连搬，那么白棋粘上。黑棋应该黑棋虎，白棋搬一下，然后白棋搬一下，黑棋长一下，黑棋长。然后之后的下巴就比较特殊，它是碰这个，靠一个，对，我感觉他要靠，对，长歌的感觉，对我很好。然后他会认为这地方黑棋会2路搬一个，搬它是上搬吗？对，它就长，它就长一个。对，如果是黑棋长的话，白棋就贴上去，白棋就贴啊，这样的话黑棋就它就安定了，对，它就脱先了，对。但是就是白棋安定了，对，它其实就是安定，或者反正你这边这么厚了，是吧？对，所以它点掉，对，我想说这个点到了，对。如果是搬这个的话，它就长起来啊，它长起来，这样黑的是不是一长？对，它就一贴，黑棋一搬，白棋一跳，哦，先搬了个角，交换一下，搬掉。因为搬完之后，这下部马上这有个段，这个地方我可以压缩一下，可能这样短短的几招棋之后，可能黑棋的前面看上去的这个模样啊，基本上就被白棋限制住了，或者说你的空都是你下部这个段挺严厉的，可能你要补这个段，那我这无论跳一跳，你基本上你的空就是在这个3路空，那3路空。你这个加起这个可能在限制你在20目之内，而且白棋应该是能抢到先手了，就对，然后我这个地方还有他就觉得掰的成功了。之所以他没有选择这个变化，也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变化肯定是白棋好，白棋稍好，也是对，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觉得白棋比刚才那边可能更从容一些。明白了，那就是白棋靠的时候，黑棋呢，还有一个就是外长，对，那搬这外边搬，黑棋就内搬，白棋就内搬。对，如果他就外长，这个变化就更简单了，白棋就简单的往下立一个啊，那你只能挡，只能挡，这不能被拐，一拐就还原了。然后呢，一搬，你一般来说是然后挡住一虎啊，你只能挡，命令型的基本，然后一个大飞啊。这个处理的也很简单，也很简单。他反正就是觉得这样我比直接挂掉好，我限制你的发展。每步棋都是挨着下的，他好像喜欢贴着下，有的时候就是不停的贴着你下，对，有的时候就是到处乱摆棋，对，到处对。这个下法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可能我觉得大家看到之后，很多场合或者。有类似的形状可以去尝试或借鉴啊。那实战，黑棋还是选择了这个内搬，
白棋连扳打吃粘，回到最初的那个。对，其实他的很多子战都是有些招牌的，比如说这时候该点3-3，点3-3，该点3-3了，该到时候了。常哥说了，这个只要但凡出现星位的，那50盘棋，我觉得我的印象中好像没点3-3的，是不是就有没有过没点3-3的？就是很少吧，确实就是新闻，基本上都有啊。当然个别是有没点3-3，但是他有4个小目开局的时候啊，对。但是基本上如果说你有星位，双方下星位的时候，他点角白棋是207的时候，基本上都点3-3。对，如果是星小目，有时候可能因为挂角拖退定式的原因，对，可能没有挂。反正就是到了一个一定的时候，他要点个3-3的。这边一点3，白棋这个挡方向正常，然后这档变化倒是跟很多点3不太一样。这地方呢，它是选择连扳的，就是一个传统定式了。传统定式，对，这个连扳就简单了。对，连扳改吃。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最常见的一个转换。黑棋挂角，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一步。正常。然后呢，白棋对这个，对，它的招牌是就是你挂星位呢，它脱线，或者说不见得非要赢不可，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学习的时候，这个挂小目可能还能脱线，就是脱线的还多点。挂星位呢，一般情况下会硬，不是夹击呢，就是小飞或者跳，因为觉得被双飞燕呢不舒服，黑的就是说被就是这个星位的一方啊有点不舒服。我好像小时候听是老师给我讲过这个，说一双飞燕一尖一点，好像这棋黑棋已经便宜了。双飞燕是比较严厉的，或者说对，就是可能是这样呢，他就觉得我脱线嘛，你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没有一个绝对的好点，你可能有飞压，也有可能反夹，但走这个呢，那黑棋肯定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双飞燕，觉得还可以，但是他好像AlphaGo好像不怕你双飞燕。这一点其实也有点颠覆啊，就是我们以往的认知。对，双飞燕变成了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地方呢，它相对来说还挺宽的，是吧？你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已经定型了，有点定型了，你双飞燕，它反正就这边给你走后也给你走后就走后了，或者说他走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但显然现在黑棋如果走过来，跟这边好像还是形成某种呼应，对，呼应化学反应可能会出现，对吧？所以一般的棋手可能硬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这步飞也是特别的大。是，如果硬会怎么样呢？我们你有没有那？如果它是贴起来吗？贴起来啊。然后贴之后呢，黑白棋的下一步棋比较有特色一点。这个它会在2个点之间犹豫。这2个点呢都不好猜啊。这个2个点呢，一个是这个啊，一个是这个。5路都是5路，都是5路，有点意思，这两步有点意思，这两步比较颠覆一点，这是往5路上下的。好像我们一般的感觉就是，你要不然就进去就直接对加在这个，要不然比如说4路因为我肯定不怕你漏嘛，对吧？因为这个时候白棋的夹击，由于黑棋是提掉一个子，白棋的这个夹击不是说进攻黑棋，更多的时候是把黑棋的这个模样压迫一下，给破掉，一般比较多。但是他的这个是这2个这个或者这个的话，他是觉得我走在5路，我也不怕你在底下走。我们一般的4路，你觉得你在2路你可能不，但是5路的话，以前觉得你可能会有3路，对。但是现在他是觉得你走3路，他也不怕，我也不怕，我也便宜了，是吧？那我既然你不会走3路，那我当然走在5路。我跑起来快一点，对，就是好像我小时候学习，包括现在，总觉得方向无非就是，比如说这个方向是一个，这个方向是一个，这个方向是一个，这个方向是一个。但是在阿尔法Go来说的话，好像除了方向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方向是一个，对，所以它下的比较高的位置，对，它以这个方向为主。这个方向确实，因为这个为什么我觉得阿尔法出现，我们可能对于中府的一些感觉，它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中府是最难去判断的。为什么？又说起武功老师，人家就觉得他的棋人家很难模仿或者模仿不了，就是中府的这个棋，这个是最难用数据去判断的，对，无法量化，无法去量化，因为你边角相对来说
还能去量化啊。比如说这个官子多少目，这个边孔我一围了多少目，这中府这个价值的判断很难用数字去量化。而人类虽然围棋发明了几千年，但是人类这个棋谱啊，其实也是没有多少，就是更不要说你个人一生当中下的这个棋了。所以说呢，你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价值判断只能靠自己去思考，而无法靠通过对局数或者看别人的对局数去量化。所以久而久之呢，大家对于中府的这个掌控只能是有一种无法用数字去判断，只能是有一种感觉。所以呢，因为是只能用感觉无法去量化的话，所以大家更就是不会轻易的走中府，是因为这个东西到底这个价值是多少不知道，完全是未知的，完全是未知。底下好判断，比如说黑棋一走，底下多少空啊，是多少目，我这一走它大概多少目，这个好判断。你上面说你这多了一个子，对于这个今后的发展有多少目，不知道。所以我们一般是倒推，就是说黑棋你拿了多少，然后我盘算一下我能不能接受。黑棋拿了这个，如果说不多的话，那我上面多几个子，总是对以后作战总是有用的。那上面你要是底下拿的多了呢，我就觉得舍不得，我舍不得，因为我很难用上面的这个子来把我前面的这个投资的东西来转换回来。这步棋让我想到哪部棋啊？又想到那个跟李世石那个第37手第2局啊，那个尖冲。如果是阿尔法狗跟我们下的话，这个叉会让人感觉很犹豫。不是你这个感，我是走这个，我想起就是配对赛的时候，鼓励跟那个也是在五路，也是在五路，也是在五路，有很多五路的感觉。对，它有五路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阿尔法狗，因为它有海量的数据，它通过这个海量的数据来计算，它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我不怕你走3路。他对中府的认识可能又是个新的认识。对，他跟中府认识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就是靠平时的经验，我们用数据很难去得到一个这个很难，但是他可能有他的这个计算的方式，或者说他通过海量的自己的对弈能达到一个这个。其实我们人平常下棋靠一些经验，它也是一种数据的体现。对，只不过这个数据它不是以量化的，它是以质化的。因为我们的质量可能比较高一些。因为我们的这个数据，这个数量还少，在电脑面前太少了。对，言归正传，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他飞着的话，铁就选这个下法。对，那么实战的话，所以他还是觉得那个大，那个飞大，这个飞。之前我跟那个刘瑞新老师摆的棋时候，他跟我说，他年轻时候下过一个类似的下法啊。我觉得我这一定要把这个摆出来。这个是这个是吧？是这个，是这个是吧？不是跟是这样这个这个崔哲汉下是吧？好像他靠了一个，我印象。对他给我摆的我也很晕的。这个是应该10几年前了，还是下的新锐对抗的时候。对对，就是搬这个，那你不连扳吗？连扳。然后他一接上接，然后你一接，然后他一扳，然后你一扳，然后开出去。对，这个白棋感觉上很不错，这白棋这调子，黑棋这一堆子好像效率不是很高。这个就是一个是当时都非常年轻嘛，我们2个可能都是大概15、6、17、8啊，这个应该是20岁之前下。之前对，那个时候下棋都比较奔放自由一点吧，对，而且相对来说是一个新锐对抗，不是像后面下的一些世界比赛那么慎重。可能对这个局部呢，就是我想了10分钟，我觉得这步棋好像挺好玩的。其实这种棋，我觉得观赏性才真的很强。对，这观赏性太强了，这个棋很震撼，尤其是他有靠上去，对，这2个人较劲。我想10分钟下一个这个，然后他觉得有点较劲了，有点较劲，然后你居然下这个，想20分钟，然后我就靠上去。这是。其实他可是也奔着那个，比如靠你要立的话，就相当于2人高加打飞了。对，就是比较好玩吧。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棋越来越多，我觉得也挺好玩的，至少对围棋爱好者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跟那个王阳以前还也下过一盘，也类似这样子的。我不要他，我试过了，他是这儿有一个子，好像我想的我记不太清。我走在这儿，他靠上来了。他好像是靠上来的这种地方。对哦，他好像是靠这个的。
然后我穿的，后来转换是作战。他本来走这个的，我本来是想他尖的时候我走这个。哎，很有意思，这骑行也很漂亮。对，骑行，这是我当时的这个一个因为当时小林流也很那个多嘛啊，这个听众我是挂这个，他走这个，好像是08年的春兰杯，我走在这儿。因为我在欧洲，不管是教骑还是讲骑，总觉得这个快乐围棋是在欧洲那边骑手爱好者的一个主旋律，总觉得这样下棋好像感觉非常快乐，知道吧？确实。好，再回来，白棋飞，黑棋。对，那既然你不走，我只能双飞。对，这就回归正常了。对，白棋靠，棋搬，棋长，拖。好像这个局部 AlphaGo 大部分都是拖这个，好像，也有长的，好像也有长也有啊，拖是最多的，拖本身现在也下的比较多。对，从人类高手来说也是下的比较多。那这个局部白棋是一般都是，但是他从来不挖的，对他挖的效率有点低，确实有点低。棋形不太好，毕竟是银三角，所以这个他是好像我就没有看见他挖过，好像不挖，他从来不挖。对，我见过直接断的，我好像他有立完之后直接断的，好像我见过，但是是没有挖的，绝对没有挖的。对，这个就回归正常了。白棋粘，这个粘我印象中就是在我们也是说回人类的对局当中，在以往的这个人类对局当中，一般都是在白棋这边有子的时候，对，才选的这个粘。就是这个粘呢是一种什么态势呢？就是说是进攻黑棋的态势，就是说这个时候，白棋子多，我还是要在进攻黑棋，对吧？你比如说你得贴出来吧，那我这个一尖冲，然后以后我要搬，我等于是还是要揪着你的时候，就是在白棋强黑棋弱的情况下，白棋是要粘。但是就是在现在这个棋的时候，如果说按照我们以前，可能我们会选择虎。虎的跟粘的一个的区别就是虎呢是一种防守态势，从防守的角度，虎是比粘好，因为呢你冲的话，我可以藏这个，你冲过来，你吃两个，有点像这个小时候我们学的这个定式啊，你冲过来，这个有点像，对吧？我不怕你冲。那如果说你以后尖的话呢，我这个粘也有点先手，那我这个子的活期相对容易，我这个眼位好多，你再粘在这儿这地方以后被一尖，这个眼位是不好的。所以呢，虎呢给我们感觉呢是以前是一种防守，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还可以走这个，你搬一个我这个虎过来，比如说这边我认为比较大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虎是防守，粘呢一般是进攻，所以呢，因为进攻的时候我这一带有子夹着黑棋，所以我不啃虎，我粘黑。这个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局部的一个认识。你现在是守势还是一种攻势？如果你攻势，你肯定粘在这儿；守势是不是应该虎？但是好像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粘在这儿的，无论是这个虎的，对，无论是有没有，他是好像见过他靠的，就是在一些场合靠是下过的，对，就是在觉得这边价值不太大对，他就是像靠虎，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有过，就是以前人类的这种下法，但是更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粘，就是粘。好像我确实没有见过他虎这个，对，但是以前可以说，在这个局部虎的话，在人类的很多对局中是出现过的，而且呢都是黑棋双飞，就是被双飞燕的，旁边没有子，一般来说都会选择，当然有子肯定是粘了，因为我这时候是攻势。那个乌镇的时候，那团队赛，好像也有这个定式，也下了一盘。对，也下了。对，它都是粘的，它都是粘的。实战这个地方呢，黑棋是打飞，白棋呢点了一个，点一个。黑棋贴回来，黑棋贴回来的话，就是将来白棋贴一下就把这个冲补住。这个点本身是这个的一个好的形。那我想问问，这个时候黑棋有没有可能，我不让你那么舒服的？是这个时候他走哪个？他走往下捅，往下冲因为他是惦记着这个东西，就是他随时
这地方我可以虽然损一下，但是我上面有打，这个有粘，是我这地方跟你作战，我不怕，随时可能就要黑棋不好动弹这局部。确实，我们如果看成这样，这个如果看成这样子的话，对啊，这白特打野可能留着吧，这个我就说，哪怕我打掉，你现在也不好下先手，对吧？那确实等于我点的时候你往上捅，我挡着，我肯定要挡。然后你走这个的话，我就一般，你肯定不敢下来了。交代了，我这个粘线手，那你上面走，我底下就。如果像这样啊，当然白这样不打好，不打好对，但是这样，那我就。这个看上去白棋确实也还是挺舒服的。对，黑这4个子的位置好像很因为这地方马上要搬出来，你再补好像又太慢了。这边将来被飞的时候还是对，因为它这个断一下没有想象中损那么大，依然还是有些借用。对，这地方还可以一飞过来，前面刘星说的一飞过来搓2下，黑的这个也不舒服。所以，因为你如果说你爬过的，它以后压住，那它把这个断补了，那它比这个直接压被你搬起来就好多了，那好多了。因为这2手你还是要顶嘛。对。那他是没有先贴回来，他是先加了一个，那是加了一个，对，所以他次序下的很好。如果这个时候加完再走，人家可能要来不及了，人家要冲了，对，是。对他次序下的很好，先点一个，再加一个，然后再回来，这很专业的感觉，顶住，一般，然后好像还是很专业吧？哦，先点了一个，很专业，点了一个，继续专业，看看黑棋怎么用，黑棋可能也只能虎，然后白棋再搬这个，黑棋搬出来，这就形成了中盘作战了，战斗了，然后白棋呢也搬了，一般很多时候就是被这样搬头的时候，我们感觉包括一些爱好者都觉得啊，这个地方很难受，是不是只能弯出来？那现在你这个怎么就敢搬上去了？难道不怕我断吗？那个阿尔法狗是这么想的，给出了这个我断的话，黑棋就简单的把这个冷静的单粘上就既不是虎也不是打，对他是觉得反正我这个子轻，我就以后就过了是吧？他有可能因为虎的话我觉得要挡下来，对，黑的好像这个下面这块棋做活，因为我等于粘的时候，我肯定不怕你长，你如果长我可能就拖过，我就觉得可以了，这个子我轻，你争就争了，无所谓。但是你走这个呢，你要挡，但我单粘呢，你这阻度起来反而你不好意思再盯吧，你再盯到我这个子肯定是粘在这儿比走在这儿好，因为虎在这儿这地方气紧啊，有点有斑，这气紧。粘在这儿，这样的话，黑的是不是有可能就跟白棋单长了？对，强硬的战斗了。对，然后局部这地方将来还是有些味道，包括这边要打吃，因为这个它肯定比在这儿好了，形状和气都好。对，虎这个是壮气的，所以说如果单断，其实也是冒很大风险的断这个，所以实战呢，白棋选的这比较柔和一些，先搬一个，黑棋市场，先顶的吗？顶的，先顶了一下交换，顶黑棋粘上，白棋，飞这个，感觉白棋的这个招法比较灵活，黑棋毕竟有2块棋，也可能跟他次序对，动不动他反正就是都是。左一下右一下，像是高手的风范。不，这个顶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关系的。对，比如说将来有朝一日黑棋从这个地方，比如说把白棋打断，也就是说这2个子可能会气。就是如果说我气掉的话，我当时点了顶，我便宜了。对，现在顶掉的话就不用走了啊。有一点点关系。所以呢，它这里面应该是有它的必然联系在里面。对，不是偶然顶了一下，应该不是打一将。它这个有时间限制。2分钟一步，2分钟，那就是对于他来说是很慢的了。2分钟一步的话，一盘棋如果下个，咱就说，他下的子儿已经比较多，他下300手，对，我们就算正常200多手吧，对，就算250手吧，500分钟，500分钟除一下，500分钟8个小时，对，8个多小时，这个绝对不是慢棋，绝对不是快棋，这个人下8个小时，不是，你想，他在这个乌镇的时候跟柯洁我看了一下，每放3个小时，他基本上没有
就是1个小时左右，或者1个小时多一点，好像1个半小时都没太用到过。如果其余进程很长的话啊，这跟子数有关系，对，子越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它也就1个半小时。那我能这么问吗？就是说它这个2分钟的用时，跟它比如说30秒一步的用时，它的水平是有差距的，是有差距的。2分钟一步的和30秒一步的比，2分钟明显要强。就是说胜率，它有过这样测试吗？没有具体测试过，就这种测试方法很特殊。我们不是这么测试，有一些别的方法测试。有别的方法。但是它的时间越长，它的其实胜率一定是越高。胜率搜索的就会越多，对，搜索越多越准，就越不容易就说是下出一些就是失误率就更低。对，也就是说，我们这50盘，然后包括我们这5盘。都是2分钟，2分钟，而且是质量非常2分钟应该是即使是在人类的比赛也是非常慢的。对，尤其是不管任何时候2分钟，打吃一个写半天也2分钟，也2分钟，对，明白。但是它呢是跟我们不一样，它是匀速的，我们是不可能有一步棋想好几个小时，对，我们有可能一步棋想个半个小时，然后其他的可能就几秒钟就下了。像这一个局部从拖开始到后面这个对下完，可能就是对我们既然想你既然拖了，人家肯定要搬，那你肯定想好了，你是连搬。对，那连搬的时候，黑棋肯定已经想好，在想我有几种选择。那我既然已经选择了打了这个冲，我这地方就会下的挺快的，因为这个是连贯的一个思路。对，这边10步棋大概用个5到10秒钟就下完了。对，就是。AlphaGo 下着抵20分钟，他打湿他也想2分钟，但是他也不光是光想这个局部变化，还想之后的很多东西在想。实战，虎一个，不好意思，靠这个。黑棋现在就是虽然这个地方有一个断点，但是他应该没有功夫补。对，首先这个补就补，他不好补，他不能自粘回去，那可能还不如当初对，那还不如猴呢，对。而且他现在就这4个子也不能被白棋很轻易的吃掉，吃掉的话，白棋时空也是不少的。对，白棋就算这样花一手棋吃掉，我觉得这个太惨了，这棋形。所以他肯定不能粘黑棋，但是呢，自己如果说苦活呢，如果是爬啊，这白棋就算退一个，白棋就这样退，黑棋也挺苦的。黑棋这样活，这样一走，主要是白棋这个先手，这以后一般那个眼位已经白棋是不是就把黑棋断掉？一断，对，这黑棋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这个地方我尖一个这一拖，而且我立个都有先手味道，我这一拖你也没活，所以这个2个黑棋肯定是不能这么活的。就是第一感觉好像黑棋很危险，有点困境。但实战黑棋是靠。阿老师有他的很多的办法。这一手一看你就像是好棋，第一感就是像是好棋。而靠的时候呢，白棋没有直接冲，白棋是反扳的。反扳，那冲会担心什么呢？冲的话，他是认为黑棋就反扳这个。反扳我应该会吃。对，然后黑棋立，这样活棋。这样明显比前面那活好多了。这好像就因为他渡过了，他渡过，关键是这边也活了，跟这边有关系，活了，那好太多了，效率非常高。跟前面那个，如果说你提掉，如果普通你提掉我渡过，那比黑棋前面爬好太多，不知道好多少了，可能好2手棋了。对，好太多了，这个无法用去这好像用直观就能看出来，就不需要量化了，对，不需要量太大了，那就直观就行了。所以这个靠好棋，靠白的，也就是白棋没有冲搬这个，因为他自己跟自己下，他也知道对这个你想干嘛，是吧？我怎么有点懵？冲出来，白棋直接断这个了。白的现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从这边冲断黑棋，而是从那边断掉黑棋。从这边断掉黑棋会怎样呢？黑棋是断吗？黑棋断，白棋应该只有挡，黑棋拐住。这里面好像要形成一个黑棋弃子的变化。对，这里面可能是黑棋有弃子的可能。直接对杀应该是感觉上白棋的气应该是会长一点。但是黑棋就是说很有可能，通过弃子，把自己走后。
对，我们看白棋现在这个形状不大好，然后这地方这个扳头扳过来比较舒服，可能他还是会想着一个大局，而且一旦黑棋这地方后了，这个打出来变成眼力，这个好大，这个大吃一长，觉得或者说他黑一点打吃了一还可以这么杀，对，打吃了扳也可以，打吃了扳也很凶，你不走，他就先手把你这俩抠掉。对对，你大家看一看，我这一打吃，你这我一扳，你不好走，动不了，这不你如果说不走以后，我可以先这俩已经给，那你要是粘也没意义，粘我这虎在这儿，这个角怎么这么危险？对，所以这个打出来其实是挺严厉的。黑棋这几个子有可能当成就弃掉了，通过弃掉这几个子把外面走好。棋形确实很好，因为前面如果黑棋没有这几个子，直接打了扳的话，白棋有可能要断掉，直接断掉。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他在这个地方考虑的话是瞄着，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是黑棋这个断跟白棋这个断点双方都有断，所以这个时候的焦点虽然看上去靠是这四个子，但其实这个焦点不是完全是这四个子。而是整个这个角，而是整个这个作战的局面，整个这个作战，对，整个作战各方面都有欠的账，包括这边延伸到这边，对，又是全局化了，这边就，所以实战它是断这个啊，断这个，这边放你跑，然后黑棋拐出，拐就拐错了，拐一个，白棋扳。等于是又开始从这边跟这边杀了，换了一边杀气，很有意思。黑棋加这个，白棋扳，黑棋打，白棋立，失去就收气，黑棋只能做眼，因为黑棋走其他的被白棋一点，对，这边无论走什么，哪怕你收着他气一点也是死的啊。对，这好像差不少气了，好像肯定杀不过，肯定杀不过，这被只能去做这个眼，但是做完眼之后，黑棋的气又变特别多了，对，白棋是挡住，黑棋长，白棋很冷静的粘了一个，粘是先手，然后黑棋把这个团住，白黑棋啊，要不然他气不够。黑棋要团住这一下。如果走这个，如果拐的话，他气是不是不够？那我们就收一下就知道，对，摆一下。他最简单的，他一弯，你一冲，我就硬收气就行。啊，只能是粘吧。粘也行。我反正这地方3口气、4口气，我就算打掉5口气，对，把这个气就收完吧。那我就一个收，我就粘就行了。对，这个刚好，这白的快一些，一个个摆完，这黑棋刚好死了。对，你走这个，我往上面一打。所以说这口气是有用的，很关键。那如果这口气是紧着的话，白棋还这样收气的话，打劫了，就变成紧气劫了，就变紧气劫了。是了，对。那黑棋那地方力有劫财，白棋不行。这个劫白棋是打不赢黑棋的。对，所以白棋呢是不能现在杀棋。这就是为什么黑棋实战是团在这儿。对。然后白棋呢，因为那地方打不了劫了，力有这个黑棋有劫财，所以呢，白的不能选择打劫。他是做了一个眼，然后黑棋一扳，这样形成双活了。两个人的形状挺像的啊，是个双活。对，双活。在这边战斗算是暂时告一段落，然后呢，白棋把这个挡下来。就是将来当时跟这个点和顶连贯起来。因为这个双活啊，白棋对于白棋来说还是有所收获。一个是他扳完之后，这脚上有，就是说活了，有活而且这个粘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先手，但是黑的可以不硬。但是粘完之后，这里面可能就是白棋可以选择打劫，也可以选择双活。对，所以这个粘其实可能对于这种以后你打出，尤其是你打了虎，这种都有点关系，或多或少有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白棋打的时候，黑棋没有去打这个了，白棋黑棋选择这个打。对，白棋粘，然后黑棋长。因为这个粘有先手的余味的。这样的话，白棋这个扳力不管怎么样也有价值，至少这个角我已经活了，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白棋一跳，咱们是不是可以判断它形势了？黑棋这一块空相对来说还比较扎实。那我们数目的时候，
啊，长个像这种局面，我们如果说普通的把3路空数上差不多是，就是数这一排的目数是对差不多。那这块可能应该是35目左右吧，35目加上这个当然有点潜力，就这3目和这2目肯定有的，对，40目是肯定有的，然后这个1目40啊，这个可能就跟这个抵掉，就40目肯定有，然后这个地方有潜力现在不好判断，这个不太好量化。白棋呢？白的这个正常的时候是7目，对，但是我现在有搬过，那就这两个一块算了，这两个对，两个加起来10目朝上吧，10目肯定朝上多。我觉得是不是这3块20目棋，因为考虑到白的这行是对这个单如果是先手的话，差不多20目，3块钱20目。那个角这角10目肯定30目，还有这么一个。还有一个边儿虚虚花花的，对，黑棋是40目加上这个一些后卫，白棋是30目加上这条边，对。但是这个后卫呢，就是也很微妙，它是不是后卫？是后卫，因为这地方有个断，对，这个地方我有利用，有一个跑，不过我总觉得好像黑棋到处都，但不光这个厚，这边棋也很厚，我感觉。但是呢。这个后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高估，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这3路空算上了对，也就是说，这棋如果说是白棋后的话，你这个其实是不见得是你的，对吧？你就算多了，或者说呢，就算是你的，比如说我5路掉，我也学阿法狗，我5路掉，你围一个啊，那我这尖一下，你再围一个。那我最傻的，我就算这尖，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是谁后了？是不是不见得黑棋后？好像白棋外面的我这条再飞一个，以后这基本上都快被我封住了，对吧？是，所以这个容易被高估，没错。所以呢，就是说，你既然已经算了这个空，你就不能再算你这个后势。是，如果说你不算空，你可以算黑棋这地方是后势。这个棋也是很难判断，很难判断。目数能大概点清，但是之后有太多未知数。对，目数就是黑棋。感觉上呢，这个棋呢，应该是还是在一个军事，可能。对，阿老师自己的判断应该也是军事。一般下到这个时候，一般都是还是军事，差不多。绝顶高手没那么容易分出胜负。对，这一般几个站得下都差不多，两人都觉得能够。对，前面对，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总是加2个黑白加起来是100%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不会就是说，比如说白棋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55%的胜率，但是黑棋呢，觉得我也有55%的胜率，两个人都觉得有55%，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心智不错啊，对，这个一般不会，是不会出现的，是吧？就是他们两人加起来总是100%，对他们俩总是看是一模一样，就是说一模一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都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竞技状态的不同，这个疲劳都没有。也就是说，一方觉得自己的胜率50%另外一方肯定是觉得48%，对，是吧？这里加起来一定是100，不，加起来一定是100%，可以理解了。对。那刚才咱们说到这边的变化的时候，这期黑棋就是打入了啊！黑棋可能听到了这个我们刚才数目分析，该打入了。盘面实目，如果让白棋这个地方的目数变得没有，对，没有变得没有的话呢，黑棋盘面实目形势还不错，还中间后市做这个。对，这个打入，我觉得它是不是也要体现这几下损的地方？其实这也是白棋就是当初损的这个地方，因为这口气撞了一下。这道对付这个打入白棋下法比较有意思，它是飞的。它如果一般普通，我们感觉是压住，它是走什么的？它是搬一个搬一个，白棋短一力，让力搬了一力。他是觉得这个被立下去之后，白棋不太好对付了。对，因为现在这个子呢争不掉。对，如果能争掉的话呢，白棋是可以的。但是争的话，黑棋要跑，黑棋可以跑，对，争不掉。第二个呢，等于是黑棋这2个子是可以弃，其实它是为了弃子。对。这个争不掉的话，如果长的话，这个会差很多。白棋再花一手棋吃，那被提掉那个差多了。那白棋很有可能会要立下来，黑的就弃了。黑棋打这一下打很舒服。
然后应该会再贴，连续的压，这好像中间这行起来了，要起来了，起势了。而且前面我们说的，虽然我前面只点了这3路空，一旦我这边起势，那我可能一下子就多2路。所以这个地方的目数很大的原因还是借鉴于周围全局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前面说了白棋后，我就算不打入你，我5路消一消，你也最多3路空，我上面我还有几个子的这个先手。这个如果就是我们这么看，如果黑的把这个封住之后，可能白的别说5个，可能也就是这一下，也就是从这儿给出来，要不然这边一出来，这基本上就全进去了。这被把气收没多少目，白棋。对，这就看着挤一下，然后黑的现在对，就是这下挤，现在损了，可能就是一手气。这太大了，这个挤死。因为你本来挡是后手，现在挡变先手了，你挡本来后手，我这跳进去，所以说他就是要体验你这时候这一口气，可不就是亏多了就对，可不是说啊你就是损一点了，这可能就是损一手气了，还是子效的问题。对，所以说实战白棋他选择了没有靠这个，对，还是选择外面飞一个，轻飘飘的感觉啊。然后黑棋扎定，扎丁这个时候白棋应该就不敢再下来了，对，他就不走了。这下来肯定如果下来是不是黑棋我黑的最俗的这一手，白的感觉上有种纸包火的感觉，这样白棋要崩溃了。对，这5个号已经进去了。这时候呢，白棋长了一个，长完之后比较有意思，这个黑棋呢粘了一个，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像在乌镇的时候跟柯勤的第一盘，就是那个白棋的后手那个断没什么棋，对，看上去就是直接没有棋，对，但是呢，他留下了很多的余位，对，这个粘可能是有一点像是吧？就是看上去好像后手，然后就是走一个后手，直接呢也搬不进去，这地方也搬不进去，对，但是呢，他等于补强了自己，而且留有了一些位。最主要局部他自己立一个不是也是活棋吗？对，这个断是断不死黑棋的，对，所以这个粘。觉得有点奇怪，对，有点意思，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这个棋虽然是这个断呢，断不死黑棋，但是这个断完之后，黑棋上面其实是很薄的，因为白棋可以保留这个断，它需要断的时候断。对，它不是说我就直接断，因为黑棋这个猴呢，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价值啊，它还是有一定价值。我们看一下黑棋猴丸里面这个杀气是什么情况。如果是黑棋猴的话，白棋会选择大飞一个。白棋不是对，白棋肯定是不会应。白棋如果说是应一个，那黑的如果这个猴是绝对先手跟白棋已经交换的话，那黑棋是不会粘的。对，那这个粘就是价值太小了，因为你是后手断了，那对于黑棋是没有选。但是呢，前面反而会说那个白棋是可能脱先，我们看看这里面的。我觉得这样交换肯定是白棋便宜了，这样交换。对，如果这里面没棋的话，那肯定那就是主要是看这里面。如果说黑棋冲一个，白棋粘上，黑棋如果就最简收气，白棋收气，黑棋收气，白棋补一个，黑的是个打劫，是吃，但是这个劫呢，黑的也不敢轻易打，因为进七劫，这是紧张，黑的还比白棋重一点。那黑的这已经连摆2个了。对，然后白棋外面已经走了，对，然后这里面你还是打劫，所以这个应该是白棋不怕的。就是黑棋要打赢这个劫，白棋外面还能再多摆2个子。对，所以这个价值太小了。因为这个开劫黑棋等于亏手棋的。对，因为你等于这已经有了一个，不能轻易打劫，冲一个并不怕白棋。黑棋还有别的办法吗？黑棋看看挖一个怎么？挖一个收金这个。对，挖一个白棋应该只有结束。对，白棋结束，然后我再从这地方收气。如果说你还是这样收气手的话，这个时候白棋如果还是刚才那样收，如果你把这样打掉，那就死了，因为你这紧不进来，你走一个我这一吃就死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刚才是冲，对，这样打白棋打是打劫，但是我现在如果这样换一个位置，有个打2还1啊，对，那就是白棋进死了，那进死就白棋不行了，对，那就炸了。但是白棋有没有手段？就是最后这一下，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打这个，白棋可以挤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挤，
就是这个打可能有苏手自装器了，就是挤一个，如果说你走一个，那白棋补一个，这黑从后面往回收也是双活了，对啊，你怎么都双活，你收这个他就粘着，你打他就提，这边就双活了。然后你呢也不能打的话，他一打，这里面白棋是3气，黑棋收不进去。对，这地方你收不进去，这地方是打2还1也收不进去，挺巧妙的，一切都是刚刚好。就是白棋等于是保留这下打，对，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不能这个打呢是可能有点是像这个攻气一样，就不要轻易的走，就是至少白棋是可以保留。当黑棋杀白棋的时候，白棋是可以用这个团的先手。对，如果是这个圆是先手的话，它可以用来长期。关键这地方收气是挺巧妙的，因为黑棋如果挖完之后直接先吃这个又不行，如果直接先吃完这个呢，白棋走这个走这个，你粘的时候呢，我可以紧这个，它来不及。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吃的，但你去收这个，我走这个你也还是进不去。所以这地方的气势是很有意思的哈，很有趣的一个。那就是说黑的这个弯呢，虽然说给白棋留下了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它暂时并不是先手。对，暂时无论是冲还是这个挖，白棋都不太担心。对，暂时没事，因为你冲前面说打劫我不怕，你挖的话我有这个挤，你最多外面可能有先手，但是本身你是吃不掉我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段还是存在依然，这个段单力肯定是不行的。实战飞机是先冲了一个，先冲了3上，对，对，因为他如果要粘这个之前，这个冲是必要的，是必要的次序，因为白棋其实理论上白棋现在也是可以打劫吃黑棋，白棋就收，黑棋走这个，白棋打吃这个。黑棋走这个你就打劫就是缓细节啊，硬打是可以吃的，但是这个缓细节白棋肯定是不行。但如果说你不冲这一下的话，我如果就算打，你再冲的时候，我可以不走这个，我就直接收，就是啊，这样的话那个省了一口气了。这样我这插一口气，我这现在是2口气了。对，这样我就提一个就是紧气节了，紧气节啊，哪怕最简单的我就算给就虎回来，一手一手收也对，你走这我打掉，我就收这个，那就是紧气节。所以呢，这个从次序上来说呢，就是黑棋留这个隐患了就。对，就是如果既然要粘，因为粘完之后白棋这4个变轻了，对，这2个明显便宜了，这4个变轻了，对，所以这个次序呢是应该要冲掉。这样就不是偶然现象，冲了一下。对，它这有的时候是偶然现象。对，它我觉得跟这个 AlphaGo 还是这个水平在提高。他可能我们受以前的印象，他没事儿先手就冲一个，就是没有以前有过这种嘛，没有必然性的地方，去冲一下我们想他可能是不是就是简化局面，或者说从电脑的方面来说，对，它简化局面就是少了分支，可能人们也觉得，冲一下干什么？没有必要的地方去冲一下，对，其实还是都是可能有些作用。但是呢，从现在我们后面看的一些这个后面的一些版本来说，它的在计算方面，可能它的那个准确性比以前还是在提高。就这个冲呢，它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冲。就是你虽然正常都是双活，但是呢，如果你不冲的话，至少给白棋保留了一个给你打劫的一个变化。但是现在我冲完之后，虽然你还是有打劫，但是你毕竟要插一手棋，插缓细节了，那你肯定更不行了。对，很有意思的地方。这是很小的局部，但是变化很多，对，气势性很强。好，黑棋粘，然后白棋现在飞一个，黑棋度过，下步棋白棋这下法比较有意思，白棋实战选择的是这里掉了一个，掉一个，
他想先手便宜一下，是吧？对，第一感好像是让便宜一下，但是白棋黑棋这儿先长了一个，可能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跟后面变化应该是有原因的。对，白棋这个度过的时候会有对关系。对，这个地方也是，就是职业棋手的话呢，可能会犹豫一下。确实从度过的角度来说，白棋一般就过了，你这时候再走不着了，我可以吃这个了，对吧？或者我吃这个都可以。对。那我先走的话呢，你渡虽然也能渡过，但是这至少有挖的这个味道，可能跟这个人作战，因为以后作战的话，这个角不知道会成这个角不是说绝对的先手了，所以先跑一下。但是呢，本身这个跑呢是稍损的，就是黑金立下去的时候，黑的跑一下，应该是亏了一目棋。本来这个地方呢，因为白棋这个地方这个目数永远不能帮成这样。这样的话，以后黑棋气全部紧了，黑棋一挤2-2，白棋是吃不了黑棋了，变成双活了。也就是说，这里面你永远不可能乘出6目棋来，对，最多是5目，最多5目，加上上面2目，最多7目棋。但是你这地方一跑呢，一个很简单的，我吃了4目棋，这地方有4目，被你吼掉，我就把白差1目棋。1目棋其实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还是。有点心疼的，有点不甘心的，至少在形势还没有很明确的时候，职业棋手心疼，安老师也心疼，对，他的棋是吧？1目棋就是2盘棋，那是经常半目胜负。那他这个长，从后来变化来看的话，他就说他已经想象到，或者对，已经预计到准备让白棋的这边度过了，那这个长就不亏了，就便宜了。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人类下棋的时候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想，哎呦，我这地方可能损1目，但是呢，万一作战时候我来不及，这个时候我走还是不走？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纠结。是，实战黑棋之后的下法非常有意思。他不是走这边，而是掉这个。他没有吃白棋这个子，对，而是选择了走这边。这是不是跟他那个簪有连贯性呢？应该是有点连贯性。然后呢，白棋跳了杠，感觉白棋很舒畅的棋形。对，因为这个尖有点隐隐约约的先手，但是他又不先尖。黑的从这个地方连过，好像很怪怪的。黑棋就实战就这么麻木的尖一个，然后再尖回来，这样下。看着很奇怪的形状。这3个子感觉好奇怪，黑棋。对，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跟人类的思路应该是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职业高手下的话，这个时候不会这么下。我觉得估计还是飞吧。飞应该是一个最普通。这样，因为我们前面也判断一下这形势，可能前面樊威你也给介绍了，应该是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军事。这个下法呢，我们人类什么时候下呢？已经肯定输了，对吧？走这个肯定输了。现在的职业这个高手，不要说职业高手了，可能是所有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安乐死，谁也不可能啊！我如果走这个稳输了，那这个时候我肯定先搞过来，出来，先反击了再说吧。可能也不见得有用，但是我至少不能让你这么舒舒服服的就赢下来，对吧？我至少给你制造一点混乱的这个可能性。对，咱们要不要先判断一下形势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双方的目数跟刚才比有什么变化没有？跟刚才的变化就是。黑棋这个地方可能多了5目棋，然后这个地方呢可能算了多了，对，因为前面全部算上，现在显然呢你最多围到这天，因为外面的白棋的子你多了，所以可能黑棋的目数差不多，还是40目，40左右，就中间不算的还是40目，对，那白棋白的呢，这3块应该也还是20目，然后就看那一块，所以可能这个时候黑棋是不是觉得白棋不错，就是阿法狗觉得白棋不错，他觉得黑白都是他了。实战的话，我当时也很好奇这个地方，如果黑棋飞，白棋该怎么下？他的后面下法很有意思，他认为黑棋飞一个形势不太好，也认为这步棋是有问题的。白棋呢选择下法也是让我很震惊，他就推就贴过来，白棋黑棋如果长一个，继续再贴啊，那普通可能是跟着走，他再贴，黑棋要跳，对，再长，他就是全部走后，他就觉得他把这个方向就给了黑棋了，这样黑棋大概得连一个，那白棋比如说这边走一个之类的，比如说这一带，比如说这一带的比如说这地方走一个，这
这样一个。如果现在咱们在点目的话，会是个什么样的格局？白棋的目数就是无非就这边没有了嘛。白棋这边应该还是实目多吧，但这个边上应该还是怎么都有几目棋吧？对，实目多肯定是有的。黑棋大概这个地方多个5目棋。对，但是现在这条边呢，如果说你算你围，如果说你现在围一个，可能这条边35，为首将近40目，为首差不多40目吧。可能全盘50目不到一点，50目将近50。如果白棋这还是有20目，那块10目多一点，30多，中间应该是现在有10目棋了。因为你如果这个算你空的话，我这有点先手。好像白棋中间的目数可能比想象中的多，要大，就是因为这个刺是这个刺是先手，然后这个地方飞一下，应该也是先手，对。飞黑的还有点难过，不是特别好连。哦，这地方可能是有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连上的。哦，这地方联络本身就有问题。黑的可能，冲这个是能连不上，他从后面能够，黑的能连上。如果说如果我是最俗的这个呢？这个好像黑的是连不上的，这边还没有完全连上。这边对，不是，而且还有一个，我这个粘是不是隐隐约约有先手的可能性？有一个粘的话，这一飞应该就断了。对，我这个粘入先手的话，我如果这个以后劫财有利，我是可能还有跟你打劫的，可能。我们看现在如果就算没棋，就算你走这个，这样回来，这个很猥琐了。会就黑的确实局部好像只有这个。那我就算这地方一走，对，这个地方白的可能有20目，有20目了，20目、40目，白的50目，这个地方不算已经50目，那你也是50目，那可能这黑棋贴目就成困难啊，所以他就觉得这棋已经黑的不行。那也就是说，这个棋。我们之前的判断觉得，还在军事时候，其实可能应该已经白棋好了。他还是觉得军事，他现在还是觉得军事，他觉得这个黑棋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啊，是因为这手棋不好，对，而不是说现在对，现在并没有依然是非常接近两个人。他认为这个方向被白棋一旦走后，黑棋就不。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说这个长的话，黑棋只能粘的话，那当初这个长够大的。如果说是刚才我的判断是，就是黑棋这个势力跟白棋的势力。可能计算的我觉得不够。如果说当初就打入之前啊，如果就算成白棋长调的话，我肯定是更愿意拿白棋的。对，前面的我就是至少是我觉得我在判断还在军事的这个原因是我没有把这2手棋计算进去。那我觉得可能差不多，黑棋打入这个时候，对吧？你又不能盖我。盖住我这地方有搬了一粒，这个我可能弃子，但确实白棋这步飞本身就是好棋，然后再加上如果说能够交换掉的话，短短的3个回合一走，我觉得跟我前面的判断可能就会有出入了。如果说我是把这个算进去的话，我觉得本身我至少是我可能更喜欢拿白棋了。我感觉白的可能稍好一点。这个地方对我的这个影响最大的是，我是总觉得白棋不是在围这块棋嘛，然后等白棋走的时候，白棋又义无反顾的把黑棋推到自己的空里面破掉，觉得白棋自己不错。这个对我的这个冲击挺大的。这个地方确实给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个地方他觉得围不住，并没想中有目那么大。不是他不好围，他围在哪儿？他可能如果说围在这儿的话，他觉得这里面黑的要打进去，对，这打进去你好像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对，有这个肉有斑。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比如这地方跳一个的话，那这个点被黑棋一走，中间还是中府的问题。那还是中府的问题。那前面我们算走这个，你这一通贴完，我这一走，可能这里面就有20目，而且这里面好像确实这一走，黑的不是很好连，包括我觉得有没有硬断都有点，有可能。一旦白棋下后这边对就是问题。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可能这个局面下，可选择的棋很多，对吧？包括在下面走，在中间走，还是削这边。但是呢，我们
职业棋手吧，在这样的局面下也很清楚，这个时候双方的薄厚是非常关键。对，白棋现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很薄的，这个地方黑棋可以这样间断啊，对，这个穿啊，就是白棋这个形状很薄，但黑棋呢这边呢也不是很厚，很厚，双方的这个，就后半盘我觉得，双方取胜的关键可能就是薄厚。对，还有一个就是刘星，我觉得就是我打算就是我现在更加觉得这个空啊，看上去宽，对，但不是围控的这个地方，一个是这地方有打入，第二有拖，还有一个，当你就算你前面我们说跳全部围住的时候，被人家一尖，你难受，对，你得挡吧，我这一虎，你一长，那我这四个嵌在里面，等等，就是，但是你真的像我们前面这一通推过去的话，你尖一个，我可以长这个了，我这地方已经让你冲了，我就是走三路控了，对，我是要联络了，我不是要那个，这地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看上去是宽，好像是一个形式，好像是如果你围就小了，对，你不围它还真是一块地，谁先走都很别扭，因为你不围的话，你黑棋不能尖我一挡，那我不会在这儿走一个了，对吧？是，所以我反而不会。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很有可能他就是觉得这地方是断了，因为这个刺在未来就会起到作用。不，我这地方先走一走，我这以后我这可能一般慢慢的瞄着黑棋，其实这一般本身好像是断开了，就是这个局面下呢，知道双方的薄厚可能是后半盘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对。但我们下棋的时候其实是往往是处理不好的。我觉得对，这个时候可能，我下的话，可能一个是，当然这个也有可能会下这个，但是也有可能会先在这一带围，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一带围，作为黑棋来说，肯定是要打进来，是吧？然后就变成一个看不清的，在这地方一作战，说不定可能本来形势挺好的，但是这地方处理不好，一处理不好，是说不定这黑的活个几目棋，你只要黑棋一活，白棋就看不到未来了。白棋这个空的就不对了，是吧？然后你再走这个，可能黑的就尖一尖，我先把这个段防住就行了，你也没什么东西了。就这步棋，它无形中就是将本来觉得好像黑棋一条后势的东西，变得不是那么厚了，把这个薄位体现出来了。对，给我的感受还挺深的，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双方薄厚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够把自己的棋下厚？对，怎么转换这个东西？对，怎么转换让把对方的薄位变成我能利用的地方？这是很难的，确实很难，这是很虚的地方。这棋确实很有意思，这棋。对，因为在中府一代行棋的感觉，我觉得从包括之前的 Master 60盘棋，然后包括这个之前50盘棋，都能够从很多他的招法上，对中府的感觉判断，他的行棋的方向，都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前面我们好像也说到了这个，就是中府我们看上去有一些很难去判断，所以说我们人类对于中府的这个感觉更多的可能靠一个感觉，就是说它很难用术语，但是就像刘星你前面说的，就是这么多盘，现在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阿巴狗不了解，现在看了，他用马斯特的60盘，跟现在自己的50盘棋再包括乌镇的这一些，加起来有100多盘棋之后，我们能感觉到一个是布局的有一些它的理论给了我们一些开拓的思路，第二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借鉴地方，就是他对于中腹的志在中腹的这种感觉也好，或者说重视程度也好，比我们要想象的来的更重要一些，他认为应该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确实，当我看到这个变化，我在分析的时候，觉得这个越看这个子，越有它的意义，也就给我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黑棋后来选择这个方向冲出来了。这个很奇怪的，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时候，恒河女这个时候他的胜率还是军事吗？军事，真的是军事，非常是军事。我以为这个时候应该是白棋的这个胜率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上走了。没有，还是觉得差不多，还是50对，因为左右，包括这个时候，这个黑棋的尖，对，黑棋的尖，白棋依然不愿意自己度过他没觉得好。他不觉得，要是觉得形势不错，他可能会比如说度过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毕竟好像便宜到了。这个3个跟3个就是白棋外跟内的交换，看上去是很舒服的。因为这个搬的本身也不是说没价值。那我这个时候如果就搬过，
会怎么样？如果你搬的话，这个黑棋首先会先交换2下，比吃啊，这个关系不大，这关系不大啊。对，然后呢，主要是下一手见这个啊，从这里见，如果我挡住，他就火啊。你是要吃4个吗？咱们可以商量商量，是4个还是5个的问题。啊，这个是挡住吗？啊，他认为这好像这3个子虽然多出来了，不见得有用，厚薄依然不见得是。不是你啊，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狼人，就是对于厚薄的感觉，每个人不一样，而他的感觉其实。这次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胜率，包括现在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对子效对子效或者对于厚薄的一种感觉，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拿不住这个子的时候，你这3个子跟这个3个子，你突然发现你把你亏了，对，不是你把路给断了，你把自己的归路断，没这3个子交换，没这3个子，白棋还有手棋呢，主要是对。就算这手棋还没有，我本身有一手棋，就算这手棋没有，你走这个，你是后手，我不见得读过，对吧？然后呢，我这个地方出来，哎，我还有这个，我这还有微信手，更何况我现在还有一手棋呢，我这手棋我在那，然后有了这3个之后，本身呢是看上去是便宜了，但是呢，万一就是说你这3个子跟这个子没有产生一个很好的衔接，这时候正好这个有一道口子被黑棋这个硬断，你如果吃不住黑棋这颗子的时候，可能你这3个子反而变成负担，变重了。而你那手棋到这儿了，而这手棋呢本身呢只是一个度过，只是一个官子，这个时候说白了是就像刘鑫前面说，这时候的胜负还是看中府的厚薄。这个当时谁厚谁薄，可能要差出很多很多的目数。他认为如果这样下的话，黑棋反而好，白棋不好办。对，就是说如果吃不住这个子的话，肯定就是白棋这个可能漫不经心的这一步搬过啊，差别很大。不是，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漫不经心，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外跟里的交换，我这3个子跟这个地方白棋形成了呼应。你现在肯定是要来破我的模样，可能。我们的感觉是在这一带，是吧？或者说这一带，你先出来，那我这一连，你还是要想办法破我的那个。然后我盘算一下，我好像即使这个模样不用围特别大，黑的时空已经对这边已经大啊，我这个地方你这地方已经缩水了，我这地方一下来，你这个目已经没有了，这个你都是这个单关以后，是吧？这个万一这个出来，你这块棋还没有完全活尽呢，对。就算是活了以后，我这地方能先手侯一下，我的目数也舒服多了啊，也便宜了。这毕竟还是有点目，这个啊，怎么也有个几目棋总有的，对，是吧？哎，那我觉得这呢，你从这边过来，意思差不多啊，所以我这个哼着小调，觉得这我优势了。但是呢，你是觉得，哎，你不是多了这3个子，你不是后势，你是把自己的这个归路给。弄了，我正好趁着你。如果你说你这3个子在这儿，啊，这个那可能黑棋断不了，那你有可能就直接把黑拿下了。那一下你就拿了。但你3个子在这儿，你正好拿不住我这个子，厚薄产生了逆转。看上去你是后势，但是你因为衔接没有衔接好的时候，我反而利用黑棋没有弱子的地方来对你进行一些攻击。长哥这个分析很清楚，是很到位，这个分析是。就是其实厚薄的转换就是在那个瞬间，有的时候，你就像我说，你这地方你这个子在这2个，你马上你这地方就是后势，因为你这个跟这个衔接上了，你这地方有模样，他来破你。但你正好在这儿，他这地方你吃不住这个子，然后你自己这3个子反而变重了，你不能被他出来这3个子没退路了，自己本来你可能还有点退路，你这自己把自己的归路给断掉了。对，就是3秒钟之前还觉得自己的后势的地方，过个3秒钟，对，感觉要死了，可能就几个回合。这个呢是棋手是非常难的这个地方。其实像优秀的棋手，包括像以前我们说这个远一点的，像吴清源老师啊，像这个坂田荣男，包括像赵志勋老师，然后韩国的曹云璇、刘长鹤，都是在这种地方特别的这种敏锐，
他在这种计算方面，或者说在你后毛的这个地方，尤其是在他们巅峰时期的时候，这种地方是非常敏锐的。那我们有可能在这个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棋就是如果你真摆成尖了这样，这个段真的下出这个，我们也发现这个时候好像是不好对付，也不见得好下。但是难就难在就是在这个局面下，我们的感觉是不是说去从这个地方去冲击白棋？大部分时候可能是在想消白棋的模样。一旦在想消白棋模样的时候，这3个子的价值就体现，而且它还压缩了黑棋，可能下已经把当后势使了。一旦这个当后势用，黑棋这棋就不太可能就能赢了。如果说白棋后面没有失误的话，可能这个棋胜负就一会儿就能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白棋走这的时候，黑棋走过来，黑棋不觉得自己形势不好，白棋也不觉得形势有多么乐观。通过这个数据，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形势的一些，尤其是那个手段很重要，就是你这不是后势。把手势一亮出来，就明白这很多下法为什么了。黑棋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手段，我们摆其他的招法，还觉得再怎么下白棋，因为前面我们说了，白棋空也不差，我这还有潜力，对，是这个。总觉得白棋还是不错。总觉得3个子位置怎么这么别扭？看着。对。所以实战这时候呢，白棋没有度过，白棋继续要求找黑棋的事情。因为等于是他在度过之前，如果你这地方再被他走几个，那你只要那个冲段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话，那他真的成为后势，那这棋他就赢了。是，所以白棋黑棋这边靠这个，要逼迫白棋度过。就算这个时候白棋依然没有度过，白棋依然要求再偏移一下。这个地方他还是要孜孜不倦。对，他的目的就是说，如果你挡住的话，如果你阻住，他要提这个，他要求这个先手将来，因为挤黑的必须得把这个交换掉不交换掉被打进去。因为你看他所有的这么下，他都是在增加这3个子的力量，增加这3个子的力量的原因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变成后势，而不能变成可能被攻击的对象。其实后势和攻击的对象就在一念之间，有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实在是不能忍了，黑棋才团住断掉了。那现在一下子就又进成了激战斗，看起来真的很细微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白棋直接度过和冲一下再度过。对，就是这一下，就是差这些次，可能差一下这些次，那个地方的作战就有点区别了。如果是从这儿开始，2个人就在打谱子，不停的摆到这个地方，完全看不懂2人在干嘛，真的是看不明白哈。对，不知道这样一分析，每步棋的这个线路基本上就清晰了。对，都是有原因的。对，所以战斗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冲出来，对，其实就像职业高手下棋是有可能有的棋友爱好者们觉得，哎呦，他们这地方怎么转，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作战。其实可能作为职业高手来说，或者职业棋手来说，他每一个作战他是有他的逻辑性，他的这种必然性的。可能AlphaGo也是他的这个作战，我看着怎么这地方你这在搞什么呢？搞这搞不清，对。现在一看，哎，好像是有这个道理。可能你仔细一想，他的这个作战不是无缘无故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绝对没有。黑的现在不能断对吧？一断这一点，黑的就崩溃了，好像漏了所以这个只能冲一下扳回来，把它粘住。旗帜是都是华山一条道了，没什么变化了已经。对，然后黑棋断，白棋要跑只能过。黑棋一长，现在变成特别精彩的一个白棋打吃攻防了。黑棋一粘，这都是必然的。线手一挡，但是感觉上好像白棋有利一点。感觉上白棋有利。对。我当时看这个棋是感觉很混乱。这块棋是没活，我是能看出来。对。这个棋也没活，我也能看出来。这个棋也没有活，
能看出来。这个棋好像被一般也不是那么就活了，因为这个是超级大龙啊。对，黑棋这个龙跟这个这一块这要死了，这个也就死了。对，突然间有5块棋可能有生死问题。因为白棋呢这一块呢没有，因为这个角啊，它在不是说也能弃，反正非要不可，它在这个必然情况下，如果这块棋角是没有那个要弃的话，这块棋其实走一手肯定是能活的这个生命力没有像想象中这么差它走一手是可以获得。而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其实白棋往黑棋空里面在冲，好像如果是这个时候黑棋如果拿不住白棋的话，可能黑的空变得有点问题了。这是一个双方骑虎难下的一个战斗。对，当然非常的混乱。非常混乱。我前面只是一个瞬间的一种感觉，好像白棋是不是似乎好像这个战斗会有利一些，有利一点，但是这个也是要看，完全是现在应该是很复杂混乱的一个情况。不论如何，这盘棋从这儿开始，进入了一个极端的绞杀。因为很大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下猴，你猴不着这个，确实关系非常大。这个猴看着小地方差别很大，关系非常大。所以围棋这个是真的是很妙。如果从现在来看，黑棋这下不冲，可能就便宜了。但是当时如果说没有冲的话，你不冲的话，那白棋保留这个吃，可能白棋的这个变化下法又不一样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从完全完美的一个角度，有没有可能我先不冲，但是你可能也不见得会打，等到你在做，就是说这个地方稍稍一定型的时候，我再冲。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这个东西，因为围棋有很多一种理论上，但是实际的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对，那种时机太难把握。对，这太难了。什么时候冲哪一下？其实以前呢，日本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就是他把围棋呢也除了胜负以外，他也当做一种艺术。对，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可能就是一种艺术的一种，就是说他一定要就是说，我先走，我可能有损的一面，对吧？但是呢，我后走可能走不着，我就是要在那一下走掉。但是呢，对于阿巴狗来说呢，他没有，他觉得这个地方呢，我不走，从概率上来说，我可能吃亏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人机战，那个就是说李世石那次，对，第一次下的第二盘，也是给我们他高挂一虎一跳，他没有踩扁，他马上一刺完脱先，因为这下刺呢肯定是有便宜的地方，但是一定也有损的地方。但是从以前我们受的那个教训，围棋这种从艺术的角度，或者说从围棋这种，你看，你至少你现在刺肯定刺过5手刺，估计也能刺得着。但是呢，你为什么最好要等到就是我又能刺着，想刺着，但是呢，在作战的时候，我有可能有便宜的，冲不到了。现在冲不着了，完全可能不硬了，因为你局部还是个打。我不走的话，不走我冲把你冲走，你就是我冲的时候你只能打这个，你要不然接，要不然打，是吧？对，你只能这2个选择，要不然我一冲你就进死了。对，就我不走的话，你下个地吃掉我，你冲你就进死了。对，但是我可以选择打这个。对，你就打呢就是锦气节了。锦气，对，就是锦气，就是这地方挺微妙的。对，什么时候冲？但这个时候这沾针冲是肯定能冲到。对，粘的时候肯定能冲到，而且呢，这个呢特别像一个，就是说职业的这种下法，职业的下法，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块黑棋后世的时候怎么还有死活问题。我都粘到这儿了，我还想我就问一下，我已经去粘这个了，而且这个如果下手这个冲次序挺好的，因为你不走的话，毕竟给对手留着一个锦气节的可能性嘛，对吧？那你说，但是呢，从这个棋序来看呢，它可能可以就是可以晚那么几天，但是确实这个太难说了，这个太难了，对。可能不冲这个另外一盘棋，但这个也是围棋有趣的地方，非常有趣的地方。时机的拿捏，对。那么实战这个地方，白棋，从这儿杀出来，这是好棋。就正常的，如果你普通的这个觉得顶一先手，这是算是跳出来的，好像被黑的一先。这条呢可以说是交通线。这一条呢，如果一进去，虽然我们前面说了，你这地方可能能活，但是你这个角如果被吃掉的话，你必须要在别的地方换取很大的利益，要不然的话，你肯定就而且白棋做活，同时有可能把黑棋也帮助黑棋也活了，对。而且如果一旦黑这儿成条势的话，
这中间这对子的棋形有很多，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是必须要出来，这个是双方的胜负的一个焦点、交通线。这个应该也可以说，如果他不能这样出来的话，这个变化很多不行。那当初就不会对，在当初，所以白棋是必然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必然。白棋压，这个黑棋先尝过一个，前面立掉了，一个。对，这个立也是就是为了以后作战，万一立不到，对。白棋贴回来，又把黑棋这块棋搅进去，又多进来一块棋。因为他多进来一块，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联络。对。好，飞过来。这下子这个局面更刺激了。对。又多一块，从最初的5块变成现在至少有6块。对。白棋等于这全都没看清这一块。对。黑棋也是全都没看清。也就是说从这儿画过来，没有一块是肯定活的。确保活的就是黑的这个角和白的这个角。这个白的这个角应该算是活的，这个应该算是活的。但是这个角你不能算，这个角活的话，这块棋可能就死了。对，就是这里面微妙的东西很多。这个局面很有意思，很刺激。黑棋震，但是从这段开始，慢慢形势白棋觉得自己不错了啊，就是胜率他自己有所松动。因为啊，这个地方我是能感觉这条线一旦被白棋过来的时候啊，黑的呢好像有一点点的可能我的感觉啊，因为黑棋一个很大就是这下没候着，等于这块棋你现在这个都小了，后而白棋一旦没候着，白棋这一代是有先手的，就是你只要不攻白棋，白棋这一代有先手，然后你这块没活，这个没活。而现在最主要的是，如果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时候，你这个空被破的话，可能黑的实控有一点问题。所以黑棋必须要在。所以说现在趁着你还没有把我这个逼位，因为你这个地方顶，如果说看着把我这逼位，这地方顶我还是一个劫呢。你没吃掉我，而且这个劫基本上你是不敢跟我打的。景气劫，你景气劫，而且你收气这个被我先手，你这块棋不对了。所以说，如果这个地方你被我逼回去的话，你就算这块棋都活了，如果白棋一出的话，可能黑棋控也不够了。所以现在的胜负的焦点是，黑棋必须要，既然你这个地方出来，对，让我这地方多了2个子，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趁着你立足未稳的时候，我必须要在那一刹那，因为我这地方有点先手，我这地方可能有一点点先手，这个跳好像有先手，对我这地方打出来，所以这地方必须要咬住。这个看的是很精彩的一局，白棋靠，这时候双方都没有半点的这个退路，然后黑棋是退，白棋顶住，这儿多2个子，黑棋开始搞那边了，对，就这地方黑棋必须要搞点东西出来，他是跳，他先跳了，对。现在白棋这个地方的联络是没有完全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夹，这一夹的话，白棋的联络是有点问题。就是这2个子，他没有直接跳吧？他是先冲，先跳了，那我又记错了，先跳，他胡这个，胡这个，对，然后大吃，对，大吃他粘上，然后冲，他顶，白棋顶，黑棋提，白棋拐。黑棋变，前面刘星说的这个夹，开始出现，现在这个夹就非常的有现实了，这夹完了，等于这个白棋有2个断点，是无法防住的，但是那边又得补，不补的话，黑的是打断是吧？已经打断就先手都，而且这上面都基本全连起来呀。打断白的这个3个还，它可以贴的话，当然你不敢吃，因为这一冲这块要死，但是他也无所谓了，你贴这个他就算接住，主要是这个不对，这一般就肯定是这肯定死的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打断很严厉。这就是为什么白棋实战补了一个白棋现在补，要补了一个，等于这块棋呢缓和了一些。如果将来这有机会的话，这下跳是有可能跳到的。对，这跳基本上先手啊。这一挤，因为底下黑棋
打劫眼，是个打僵棋，这个劫黑棋太难受了。黑棋是对把这的白棋我绝对的无忧劫。对，那这个白棋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来看的话，那黑棋拐这个，伺机寻找白棋这边的问题。对，但是在黑棋拐的时候，白棋突然间发力了。哦，白棋挖断，哎呦，这厉害！这里挖断，这个直接要命。直接就利用黑棋的气紧的这个，对，然后黑棋打吃，白棋粘上，黑棋顶，这补断，白棋直接断上去了。哦，这个太凶残了。这个非常，这断完之后这本来的一块变成两块了。对，黑的气还不是很长，这两边首先这边是气太短了，这铺完这上面只有2气，这2气，那马上走了不走一堵上，这气已经对，所以黑棋必须得尖这个，对，从这边出来。白棋倒是暂时弄不死黑棋，这边黑的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连刚刚好连冲，对，一打一断，对，上面因为有2口气够了，对，这边要冲这个要长这个，对，所以暂时呢它是连回去了。这边暂时包扎好了伤口，然后白棋从这边再跑回来。对，这个是，然后这4个进去了，这4个进去了。但这4个我下来也说不清啊。对呀，说不清。黑棋杀下来了，这白棋这不还有4个吗？说不清。因为这要数块的话，这块就已经奔2位数块去了。这说不清了。然后白棋把这个再一搬，关键的这块龙位出现问题了。这个班很凶残，我本来正常感觉是不是那个大家相安无事，我把我的段补住，让你做活，再处理下边的。对，他这个更凶残，不给活路。实战的话，黑棋倒是能活，黑棋能够，他实在是加了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打吃，白棋一粘，然后呢，黑棋要靠是可以活的，好像对，靠应该有眼吧？有眼，因为白棋不敢破眼。对。但是他靠的话，白棋他认为靠一黑棋是不行的，但靠太难受了。我明白了，就是说，首先白棋这个扳是有价值的，这个扳和黑的这个弯相比，差是局部的这个打劫是不一样的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白棋如果是跳的话，黑棋做活，其实这块棋是有关系的。现在黑棋做眼的时候，这个尖是一个要点。黑棋什么时候煎完这个下一手有个铺？你把这个加了之后，那全都厚的跟钢铁似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黑的如果这个不加尖这个呢？如果做活，就是被白棋扳的时候对，他有没有？有可能，看上去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白棋这个团。是先手，是不是先手？白这个团是先手，对，他都活在这儿了，这团这个卖了，那就死了。你卖这个不是卖完也死了，已经死了。不，我当时是看着尖这个，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我这个一顶，我可以一扳但是没注意，就是这个地方你这个圆气太紧了，这地方铺完之后你只有一口气不行了，我这一走你就死了，对吧？你得补那个，我圆到这儿这样就解释得通了。所以呢，等于是你可以看作白棋这地方是多这个是有先手那这个挖都是有关系的。那黑的那还有个问题，黑的如果走这个的时候，我如果现在引这个呢？也这个的话，看上去好像问题也不大，但是他觉得够了，算了，他觉得够了，因为我这个先手我不是跳在这儿也，他是这也是应该也够，他是不是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杀气的问题？可能这样有可能黑的会先把这2个冲死。然后比如说不要这4个，因为对，因为呢走在这儿呢，你一手棋没不像这个是可以冲过来的，这个没有那么大力。这样就解释通了。你走这个呢，现在呢，你既然这样走，我就这样打，我不怕你这个靠。白棋就希望你做活。对，做活完，如果黑棋这样做活的话，好像那应该不行，那黑的应该不行。那这块棋现在就变得非常危险。对，只要这一点本身不是就差不多快死了。总觉得黑的到底要死，底下才半个眼，底下这个尖，因为这个尖不是绝对先手，但是先手味道还是挺浓的，这个看不清楚，因为跟那有关系，因为我这个弧线变得先手了，是有个循环节是吧？对啊，
不是要不然的话，我就算打掉，我这一挤，不是你已经死了吗？对，就是循环节死的嘛，是吧？对啊，那收官的时候，等于我这个全是先手，总觉得对吧？那你这块可能，那等于你这2块已经死1块了。如果是相安无事的时候，等于你这块是欠着块死棋。白棋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先处理这边？对，如果是白棋下的话，那肯定要先处理。他认为这地方有2种下法，一种是靠，所以这样下，只能跳一个，这个黑棋也不行啊，这个比较复杂，我觉得。黑棋现在等于这个地方一挖就挖死了，但是黑棋可能不敢用这个挤。这个挤可能挤不到，有可能白棋直接是不是直接收气黑棋应该不够了？白棋这当中气挺长的。白棋即便被黑断掉之后，还有7气，那可能这样就直接应该直接就被杀了。那黑的如果接的话，白棋再杀气可能是他觉得这个黑棋是一个要输的状态，不是说稍好或者差不多，是输的状态。那就是收气黑棋不行。对，其实这个局面，我觉得如果让我来看的话，也有点看不清，非常看不清。这是一个下法。第二个呢，它就是单拖。这时候单拖其实也行，单拖黑棋一般它就一力啊，它这个黑棋也是扛不住，就是白棋这块跟黑棋这块进行绞杀。绞杀的话，他总觉得总是白棋有利。白棋有利啊，可能这还跟这边还有点关系，因为这黑棋随时这还不知道怎么。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白棋？其实这块棋是厚的，白棋以后就算不吃黑棋，一点一冲，你一走，我这一冲，你现在可能不能就这4个，就是我一粘你死的对太清楚了，你可能得冲。那我这地方其实是通着的，随时是通着的。而且这个地方白棋这个病啊什么的是先手，都有这个病是肯定先手，绝对先手。所以这2块杀棋，要是绝先的这个棋，好像黑棋要杀起来太危险了。对，从这样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呢，应该黑棋上，因为白棋这地方其实是通的，随时一点通的，这个又是先手。那你这个跟我这儿上，那也就是说你这种点对我这块，我本身这个气就长，这地方还通着，还通着这个。这时候黑的很困难了。也就是为什么实战黑棋没有选择这个，黑棋下了一个名为玉碎的招。名为玉碎断啊，对，这一下就大绞杀了。他一吃，这就是白棋也是跟黑棋对杀嘛。对，吃，再吃。就是黑吃这个是吧？黑的先接这个。吃的，先吃。白棋，因为如果你不吃，你有可能被白的粘这个的时候，白棋可以吃，你差1气了。所以这个时候这块已经小了，什么都忽略不计了，忽略不上了。对，吃到这个，然后一粘，然后白棋把黑棋的气紧住。等于是这2块对杀，白棋是已经把黑棋吃掉了。对，这个这个和这个对杀。对，所以他要紧住口气。如果他不紧的话呢，黑棋快1气。黑棋一般。对，黑棋快1气，所以他必须要紧住这口。然后呢，黑棋打吃，反正也杀不过了，从这边又找头绪了。这白棋不能挡，一挡被打死了。一挡可以这样打，被搂死了。这一搂，这是基本手劲，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争子，咱们再摆2步，然后爱好者们都能看到一吃。这个被搂死了。一吃这就到头了。拐着一下有用，致命的。对。所以呢，拐的时候呢，白棋不能，白棋只能是走一个好棋形，这时候，白棋只能跳，把黑棋搬，看着还是很复杂呀。这怎么黑的又把这3个跑出来了？这头绪是越来越多。白棋这个地方气也很紧。实战白棋断一个，跟黑棋交换之后粘一个，局部将黑棋吃掉。你这反正底下就3口气。对，如果不断会怎么样？不断，樊老师应该有招吧？感觉要是冲一个吧，我觉得棋形。对，这冲的话呢，白棋等于要不然粘这个，白棋只能粘这个。粘这个的话，好像一打吃一加是吧？这个我看到了。这样白棋只有2气，2气不行。对，但你粘那个呢，被我这一打也不行。一打一加也是一加，不是加，一打我就是加这个，加这个，对，我是加这个，对我不是接，不能松着气加，对，就这个，然后这一贴刚刚好把白棋也是把白的歼灭在里杀掉。那我断这一下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断完，我断的话也是冲。他现在就还是粘这个嘛。嗯。你要是再吃这个的话，它不是可以吃这个了吗？现在这个夹不住了，夹不住了，夹不住，吃这个。对，就注意一下，刚才如果这个时候已经被黑夹在这儿的时候，这断就断来不及了，啊它开机一口气，所以它的计算还是非常精准的，很巧妙。很巧妙。然后断完之后这一粘，等于这个黑棋已经是光荣牺牲了。哇，这个死了，这个就这顺带这这着也死了这就全部现在就全没了。不是，这关键都没了，这块也没了，这个尖你是尖绝对后手了。所以黑棋呢吃这个，收拾这块。冲了一下，哦，先冲了一个，把一粘交换，然后吃那个。白棋一粘，黑棋一跑，这看着好晕啊。晕了。这个又搞不清了。然后白棋这时候白棋感觉上对下法白棋比较多，白下白棋觉法比较多得自己，不错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转换。其实我觉得白棋就算冲了一打，应该黑的也不太行应该，黑就不太行。这个黑的也不我们太行。看看长哥的这个，这个是第一杆，这个一吃应该是，但是当因为时这块儿黑棋跟白棋这块杀棋应该是杀不动的吧？杀不太动。这个应该是没法杀。但这块好像没有，这个尖有点先手味道，哦，就是说你因现在为这个粘是有先手味道。我粘的话，你只能是挤进去，我挤进去，你收不过来气。这样这个和这个对上，这样的话，这一点不是我这个跟这个连着的，哦，那就没有关系了那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对我曾经以前职业比赛时候也经常也犯过这样的错误犯过这样错误。有一次跟王东亮比赛，哎，他当时跟我一个转换，哎，我想他怎么吃我这几个子，什么意思？吃我3个子，我特别愉快的跟他转换。我等待着对手认输收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怎么对手下的好像也很冷静，然后我定眼一看啊。原来他跟我另外一块双活，那个子是连在一起的，哦，对，好像我可以收摊了。其实对方也在等，对方也在想你在干什么。对，这是一个花絮。但是我觉得这个吃掉，我感觉上应该，如果这个全死了，这个死了，黑钻这块活了，应该这块活了应该空也不够吧？就这时候可能是怎么着都不行了，黑棋。所以白棋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对做法，就这个但是比较刺激，就这个。对，那黑的肯定得补。黑棋把这粘了对啊，这一粘很大。刚才白的冲下来，把黑的这个这一张我觉得有个7、80目， 7、80目肯定有啊，我觉得应该啊，有了。这1、2、3、4、5、6、7、8、9、10、11，黑的就白的就多了30目。他不说白棋死这一块呢，我觉得肯定有，再加上这下面就这10目这样吧，这10目，这应该是有那7、80目，而且关键这活了黑的这块，但是还没有对，黑的还没有完全活，然后还没有，至少没看清吧？他加这个就把不过他还得再花一手棋，啊，没死他还得再花一手棋，没死把黑棋又花这个吃掉这个。啊，他还没有死，对，他如果一张已经死了，白棋不行，主要是没死无论如何，这棋其实白棋认为已经要赢了啊，不应该是输出去了。不，这个时候呢，我感觉阿帕狗就是白棋，他觉得怎么都赢了，对，怎么赢？就是呢，只是他认为怎么解明，可能我们觉得，哎，这个好像退缩了，好像反而不解明了，但是他反而觉得这种局面，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master的时候想，哎，他怎么这个无谓的去退缩，这好像这个棋变成细了，对吧？明显的，比如说这个冲比那个看上去大，这我数了数，我这儿80目，这还跟你的死那个再怎么好像里外里啊也没这么多目，但是其实呢，可能这是我们的感觉，可能作为这个AlphaGo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它是以怎么赢作为它的最终目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哎，那个胜率最高，或者说那个胜率跟这个差不多，他就反正选一个就行。至少这么下，马上就该收棋了，没地方下了，没地方下。这我们可以打完吧。感官的那个对白的，如果都死的话，白是这样一片。把白这个吃完是吧？对，黑棋如果这一片的话，我觉得如果把这只脚包在里面，包在里边也算，这只脚没有包，对，那好像就不需要点目了，已经。对，有这个脚，那肯定是不行了，黑棋。实战黑棋是贴回来，贴这个，对，然后白棋把这个吃掉，吃干净了，又吃回来了这边，对，吃的干干净净。然后黑棋再掏这个，就这地方他看看能不能再生点事儿。这是白棋是冲这个吧？没生事儿，没。黑的虎，黑棋虎，白棋靠，白棋只要把这5个子吃掉，掉，这几个随便无所谓了啊。对，黑棋就试图在这搞一搞，
这就是最后的挣扎了。这个时候胜负已经没有悬对，念了，已经没有悬念了，那就摆完这盘棋，然后白棋冲过来，这一冲过来先救这4个，对，然后马上要救这4个，如果再把这4个救救，黑棋又活了，不是这个当中，这个死了，这个又活了，对，黑棋把这个吃了，白棋是贴了一个吧，贴了一个这个，对贴把这个救回来了，黑棋粘了一个，他宁为玉碎了，贴住，这真是宁为玉碎了。黑棋冲了一个，粘了一个，然后黑棋认输。等于这地方你必须要补，不补这已经目数已经完全不对了。哎，你补了这个也不行，这4个被吃这这跑不掉。关键那个被吃了肯定不行。最后我觉得就是这步卦最后决定性的一击，哇还有个就是在对上是就是这下没候着，这个候可能就是一个候不到的地方，候不到，就是候不到，没有办法，除非你当初就是挖完后但是白损两目，但是白这损两目又差很多。对2目，而且白棋这个地方还多个子儿，对，你这2目一损，可能白棋这地方的下法就不一完样，全不一样，对，是，因为确实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因为你候不着之后，这个作战完全不一样。因为候不着这地方白的全是先手的，因为这个候本身就是后手。对，对于白棋来说，他打劫无所谓了，而且这块一旦杀起来的时候，这个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像后面这个7、8，这个后面都是7、80步都是小问题了，都是小问题了，对。还是非常精彩的一盘棋，对。这盘棋确实给我的这个一个是，感觉 AlphaGo 的这个计算啊非常强，而且呢，尤其是在乱战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他没有自己跟自己下的时候，跟人类下的时候呢，可能这种大决战的对杀出现的场面不是很多，或者说好像几乎没有，所以呢，我们对于那个 AlphaGo 它的在这种大规模作战，尤其是双方可能几块棋都不活，对吧？双方都有3、4块棋不活，绞杀在一起，100目以上的这种大转换，这个 AlphaGo 的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没有见识过啊，我们还没看到过，我们还未知。但是通过这盘棋来说，我们能感觉到 AlphaGo 这个在这种大兵团作战、大范围的这种作战转换等等，它的实力依然也是非常强的啊，依然显示出它强大的实力。另外呢，就是感觉上就是樊辉说的，就是这步调以及黑棋后面的这个一些下法，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这个解读的话，又觉得好像黑棋从这个地方出来有点奇怪，感觉不明白。然后白棋呢，好像简明走走不错，但是还是要是不是追求更完美、更好的下法？但其实呢，背后隐藏有它的故事啊，有它的，所以这个非常有趣。而且这个调完之后，黑的如果走第一杆走这个，其实他简明一走，可能这棋他就觉得你一点机会都没了。连后面的这种都不需要作战了，你有可能收空，你可能就不够了。这个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思路上的一个这个启发啊。总而言之，我就觉得这盘确实非常精彩的一盘棋，非常有意思。也是听长哥这个这么综述了一下，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这盘棋它包含的一些味道。尤其是长哥在这地方解释这三个子的这个它的作用，它的厚和薄的区别，有时候就是真是简单而清晰。有时候银路之差，对，可能就是薄和厚的逆转。就像以前那个说过什么棋最后，活的棋最后是两个眼睛活的它是最后，像是这个对没有候着，没有差别很大。你看，因为这下没候着，居然你们有没有想到后来黑棋这一块棋被歼灭，粘上一起死了，已经是粘完之后，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我好像可以，是不是不粘的地方它已经粘了呀？结果居然大兵团作战之后，这块棋还是死的，因为没有候着，因为它不是活棋，因为它不是活棋，所以它不是那么的厚。对。今天真是学到非常多，感谢长哥。我今天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这盘棋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盘棋应该说也学到很多，而且回去可能还得再慢慢思考消化一下。那也谢谢樊老师给我们首先带来这么精彩的棋局，又带来棋局背后的很多的一些故事一些东西，对。
也谢谢 TV 这个平台啊，让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将 AlphaGo 一些他的想法呈现出来，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他的自战对局为什么下这些棋，也算是抛砖引玉吧。非常好。也不知道我们的棋友们看完今天这盘棋，你们又有什么收获？那么我们今天这盘棋就讲解到这里，我们下一局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